姐姐，请你一定要保佑我，明年考试顺利，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。上前。快！哎，救人！快救人呐！有人溺水了！有人溺水了！快救他呀！谁会？让一让，我学护理的，我会心肺复苏。对，快救他！快救他！这还能救过来吗？哎，我救过来。是。哎。天哪，这是哪里啊？怎么都穿着古装？我是在做梦吗？不要！这看起来肯定是个噩梦。辰时已到，奉先皇遗诏，请诸位娘娘在黄泉路上好好侍奉先皇，及时升驾。说不说万里的新地萧文景吗？怎么冲我来了？原来我不是做梦，我不是刚在海边美秀英雄吗？怎么下一秒我就到这里了？路飞娘娘，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死。姐姐，路飞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姐姐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我也死了？原来网上那些人说，人死之后会见到自己的亲人是真的。姐，我好想你。路飞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是你姐姐啊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路飞娘娘呀！太离谱了！我这大好青春，怎么穿越成了勾引皇帝不成？和平无术，要去被先皇殉葬的妖妃女开路症？这是什么天风开局 ？Oh my god！想逃？我不能死！陛下，我会算命，会开天眼，我可以帮你对付垂帘听政的陈太后，我能帮你夺回大权。放肆！胆敢挑拨朕与陈太后之间的母子亲情，不可饶恕！上！ Sorry 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什么？ Sorry. It's okay. 陛下。 Nice to meet you too. 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把他带回后宫，记得把这里处理干净。难道我的人生就要这样被重启了吗？姐姐，我们走。都是金草，会发光的孔雀，我纯金的蟾蜍，实心的耶！怪不得算命先生说我走中年运，年纪越大命越好。没想到这挥金如土的好日子也是跟我碰到了。现
可说，我悻悻的就赚翻了。这周狩猎，翡翠手镯，这是什么？大卫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艺术家，还是个有钱的艺术家呢。这是金丝楠木吧？这得多少钱呀？爽啊！这跟坐在金山上有什么区别？别看了，聊会儿。聊吧。你什么时候穿的？刚刚。所以，床上那个人不是你吧？臣妾爱慕陛下，心中思念陛下，自然就来了。当然不是，我很有节操的好不好？我一穿过来就在坑里了。那就好。那你什么时候穿过来的2年前。怪不得你看起来一点现代人的感觉都没有。你看过那本漫画吗？我不看漫画。那我来跟你讲讲这本漫画的故事。女主呢是你妈陈太后，男主呢是你爹。你妈爱你爹，但你爹不爱你妈。你妈呢仗着家族背景逼你爹娶了她，你爹呢不情不愿，虐身虐心了几10年。不过虐文女主都很难死的。后来你爹死了，你妈还没死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漫画的结局。没过多久呢，你就暴毙而亡，陈太后就过上了升官发财、死老公再死儿子的爽文结局。不就是我爱你，你不爱我的狗血故事吗？狗血才好看嘛！哎，要不我们和陈太后示好，跟女主作对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你是我爸的小老婆，也就是陈太后最讨厌的宠妃，你觉得她能接受你的示好吗？对啊，我可是陈太后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既然不能与太后交好，那就只有另外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？先下手为强，咱们搞死陈太后！太后驾到！母后是何事让你如此动怒？说出来，让朕开心开心。陆真儿在吗？什么陆真儿？朕不明白。就是那个被你救走的殉葬妃，不要在这给哀家装糊涂。朕这里可没什么殉葬妃，朕只有一个新封的路妃，路妃是朕的后妃，与父皇无关。哼，你想封谁为后妃都可以，但绝不能是陆真儿。母后不是要给朕选妃吗？朕选了陆真儿，母后怎么还不开心？她是你父皇的后妃，那又如何？怎么，母后莫不是嫉妒陆真儿？先有父皇的专宠，后又有儿子的宠爱。萧文景，母后，陆真儿是朕的女人，你想带走她可以。福公公，没事儿。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？爆发力好强啊！演员吗？不工作。你为什么不穿水裤啊？古代太热了，还没有空调，我把水裤剪短了。那你干什么的？什么也不干，跟我爸的私生子们斗智斗勇，争夺家产。你刚刚说要搞死陈太后，有什么可行之法？现在可是2025年，传说中的九子离火运正式开启，大女主横行的时候，咱们俩联手一定可以。扫平一切阻碍。陆真儿，
你不打算回家了吗？我在这边有吃有喝，还有我姐，我干嘛要回去？你姐也是跟你一起传过来的？不是，她只是长得跟我姐一模一样而已。你不回去找你真实的姐姐，偏要在这里认一个假姐姐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姐她死了，我在现代找不到她了。可能老天让我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让我跟她重逢吧。我会安排银丹到你身边，做你的贴身婢。这是我做梦都穿不到的华服，太美了！多少女生梦寐以求的想当皇后、贵妃，看来我也快了，快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这当真是妖妃呀，红颜祸水呀，是祸水呀！退出去！朝堂上洗脚，这也可以啊？这有什么不行？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可以呀、竟在金銮殿上泡脚，真是祖成何体统！红颜祸水呀！穿过来了吗？河豚呐！想拍张照，发个朋友圈啊！还发朋友圈？舒服。左一庄就是我哦！以后这整座城都可以是你的。太爽了吧！明天我去帮你搞定后宫。熹贵妃到。本宫来迟了，姐姐见谅。熹贵妃总是姗姗来迟，叫大家好等。姐姐莫不是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侄女，就想坏了这宫中的规矩吧？规矩？一个美人还想教本宫规矩？我听说昨日陛下从殉葬坑里带回来了一位路妃，快站出来让本宫瞧瞧是什么角色呀？见过各位美女姐姐。谁让你躲开的？本能反应。来人，路妃以下犯上，当众冲撞本宫，张嘴！臣妾不是故意躲避，只是一时被贵妃娘娘的美貌所迷住了。早就听闻熹贵妃娘娘仙姿玉貌，今日见果真名不虚传呢。臣妾请求贵妃娘娘原谅。真是一张巧嘴啊！难怪先皇和陛下都喜欢你。熹贵妃，算了，都是姐妹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？谁跟此等狐媚惑主的妖女是姐妹？看长相也不过如此，怎么先帝跟陛下就对你如此不一般？难不成是床上功夫天赋异禀？熹贵妃，你姐姐何时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圣心难测，我也不知道先帝跟陛下为什么会独宠我。熹贵妃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自己去问他们呗。贱人！来人，给本宫按住他，本宫要打烂他的嘴。是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我真是狐妹子，穿着如此不知廉耻的衣服招摇过市，穿得如此放荡，就是给男人看的。子嗣烟雨，把他衣服扒了，
拉去永和殿外，让和光上下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不知廉耻的。是。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自己来。永和殿那边如何？回陛下，永和殿那边的人传了话来，路妃娘娘被熹贵妃扒光了衣服，陛下要过去看看吗？路妃娘娘今日这遭，恐怕要被众人耻笑。耻笑算什么？我要她死！北昭10年，先皇萧南都驾崩，新帝萧文景即位。陈太后命熹贵妃诱陆妃入局，怎奈陆贞儿命不该绝，这让熹贵妃恨之入骨。不可以坐以待毙，只有拿下新帝萧文景，我才有可能活下去。陆贞儿，父皇在世时，朕尊称你生母，你如此作败，可对得起父皇？先皇仙时，他的儿子合理继承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女人，不是吗？若陛下还想换臣妾一生我妃，臣妾也不是不可以。只要陛下愿意救我。我等的人不是你，把陆贞儿送去皇陵，为父皇殉葬。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被重启了吗？把他衣服扒了，拉去永和殿外，让和光上下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不知廉耻的。是。放开！放开！我自己来。哎，还是这样凉快啊！熹贵妃，你还想看什么呀？你不知廉耻！若脱一两件衣服就是不知羞耻，那人类生而赤裸，岂不人人都不知羞耻啊？你从皇陵里爬出来，就是靠脱得快吧？是为你所逼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倒打一耙！贱人，给本宫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是。哎，是谁？谁敢在永和殿内射箭？本宫要将他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！熹贵妃想要对朕怎样？参见陛下。你若再这么看朕，废了陆妃之位。臣妾知错。陆妃是朕的女人，谁敢对陆妃动手，对朕动手？清皇贵妃不是还皇后后人之事，便把他们交出请陛下责罚。爱妃想怎么惩罚他们才算满意？不如，熹贵妃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让人也扒了你的衣服啊？罗成，你敢？陛下在这儿，我有何不敢？都听爱妃的。陛下，哎，熹贵妃，你现在不应该求我吗？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本宫日后绝对饶不了你。熹贵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当心，
风水轮流转，这报应啊，指不定哪天就落到你头上了。命这件事啊，很难说的。陛下，我们走吧。熹贵妃掌嘴30。是。亲皇贵妃办事不力，罚俸1年，禁足3日。送陛下，臣妾领旨，谢陛下。是欺人的感觉，当然爽啊！但我总觉得得不偿失，这下我真成箭靶子了。有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？可是，你是不是当牛马忍气吞声惯了？啊！好强的杀伤力！你若是不愿意我帮你，我以后便不再插手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小文景，其实说实话，除了我姐之外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出头的人。我想了想，与其忍气吞声，不如直接发疯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熹贵妃不能成为我们的盟友，那我们就只能是敌人了。她要斗，我就跟她斗。她有陈太后，我有你啊。接下来，熹贵妃必输。那我就等着为你庆功喽。陆贞儿，当初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却割我为我毒酒，伤我一世又一世。这一次你欠我的，我要100倍奉还。你是谁？辰儿，你连朕都认不出了吗？父皇，你不是已经……朕起死回生，辰儿难道不高兴吗？儿臣当然高兴，只是你想不明白朕为何能起死回生、返老还童，更想不明白朕为何会突然找上你。父皇神机妙算，早已猜透儿臣的心。朕找你，为的是你这张脸。辰儿，你长了一张与朕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。怪就怪世人视长生不老之术为妖术，朕只能借你的身份，才能夺回属于朕的皇位。为朕而死，也算你死得其所。你安心去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林丹，以后我的这些东西啊，你喜欢哪个你就拿去戴。娘娘，这些东西奴婢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走。谢娘娘。还差个金手镯。奴婢谢谢娘娘。哎，又来了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私底下咱俩之间不称主仆，你就叫我妹妹。太后驾到！参见太后娘娘，见过熹贵妃。陆贞儿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，挺到现在还没死。都是侥幸。先皇在时，你情深似海，把先皇哄得团团转。先帝故去，你立刻便爬上陛下的床，你如何对得起先皇？
太后娘娘，我也很想为先帝殉葬，但是陛下不允许啊。你是在哀家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得宠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姑母，你与她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对她就不能心慈手软。哪天她又爬上男人们的床，卖弄一番，惹得那些男人们争先恐后的来搓磨我们，对付她用刑就够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心软了，还是希儿聪明。动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如果我们家娘娘真做错了事，贵妃娘娘可以启禀陛下，请陛下定夺。若贵妃娘娘在后宫动用私刑，奴婢担心贵妃娘娘如此行事会触犯宫规。你干嘛？贱婢！严丹，熹贵妃，你干什么？你也敢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奴婢不敢。只是陛下对路妃娘娘很是宠爱，奴婢担心陛下会因此责怪贵妃娘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陛下心中，陆真儿比本宫更重要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严丹，熹贵妃，你放开严丹！你放开严丹！熹贵妃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本宫惩处一个贱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不要欺负我的人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哦，陆真儿，你对这个贱婢好像很是在意。你放开他！好啊，我可以放开他。求我！我求你！我求你！我求你放了他！严丹，熹贵妃，你放开他！你放了他！是我勾引了陛下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放开他的事我都不知道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你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你想要他活？好啊，那就看你能做到什么份上。放开他！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陆真儿，本宫答应你，只要你将10根手指全部刺满，本宫就放这个贱婢离开。许愿树，许愿树，请保佑我和我妹妹陆真儿永远都在一起的。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不要娘娘，不要啊娘娘！姐，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好漂亮啊！娘娘。现在可以放他走了吗？已经不怕陛下过来杀了你吗？恐怕你活不到陛下来。瑞王殿下到。娘娘，殿下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是陛下。姑母，这是瑞王殿下，不是陛下。他生母去世后驻守边关，10年未归。臣参见太后。你是瑞王？是。
是啊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已经与陛下年轻时长得如此相似。太后，儿臣并非父皇。姑母，你没事吧？瑞王殿下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臣从边关回来，恰好路过此地，听闻太后娘娘在此，特地前来拜见。是吗？自然。这是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妃嫔罢了。瑞王殿下不必在意。收起你的爪子！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岂是你能碰的？哎，熹贵妃，臣听闻后宫不得动用私刑啊。熹贵妃如此对待一个嫔妃，大胆！你说什么？瑞姐姐说话语气也跟先皇一模一样。瑞王殿下，你干什么？皇上驾到！萧逸成，你抱着朕的爱妃做什么？陛下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不吃，来了就好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教训该教训的人。熹贵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活到陛下过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当然是仗势欺人呢！你敢？现在给本宫跪下道歉！放肆！陛下，刚刚熹贵妃用私刑逼着臣妾用银针刺自己的手，臣妾的手都快废了。你看，你看。陛下，我方才只是……爱妃受苦了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报仇啊！还有银丹，银丹为了保护臣妾，都快被熹贵妃折磨死了。陛下，是陆贞儿先的姑母大不敬，臣妾只是对陆贞儿小惩大器。你胡说！我会要求你们过来折磨我吗？不过就是后宫嫔妃争风吃醋罢了。萧文景，你把陆贞儿和她的婢女带回去，此事就算过去了。爱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萧文景，算了吧。来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旧伤。跟谁没有大腿似的，就像太后说的，不过是后宫争风吃醋，算不上放肆。银丹，我们走。走。你的手搭在朕的肩膀上，是不是就不疼了？你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给你敲起整个后宫。喂，熹贵妃早知我今日去军营巡查，
所以才趁此机会对你动手。唉，那也不能怪你啊，你也不能日日夜夜守在我身边，只能怪我没权，我又没事，我只能任人鱼肉。那该如何？你给我请尊菩萨回来吧。什么？我最近点背得很，急需拜一拜。这能有用？那当然，万事不绝，信轩轩。那你不如直接去成化寺，那个寺庙的菩萨很灵。真的吗？那我明天就去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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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陆贞儿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看，他都把臣妾打成什么样了？是你下手不够狠，自然斗不过陆贞儿。陛下还说呢，若不是陛下出手护着他，臣妾何至于此呢？朕何时护过他？之前在永和殿，还有今日在他宫中，陛下不都护着他吗？朕从未护过他，是你心慈手软，次次都让他逃过。那臣妾应该怎么做？明日他要去成化寺，我要他见不到后天的太阳。尹丹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娘娘，他们大概是提前打听到陛下会在此路过，所以便在这跳舞，等着陛下过来吧。若能得陛下青睐，就能翻身做主子了。看来熹贵妃手底下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忠心耿耿吧？走吧。菩萨菩萨，戏女不求一丝真情，只求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。还有我姐，保佑她天天开心，平安无忧。跳啊！怎么不跳了？紫苏，你在御花园不是跳得挺开心的，现在怎么不跳了？娘娘，雪下大了，娘娘要不先回宫，可别冻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不急，本宫要等的人还没到呢。是，姐，今天真的下好大的雪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来人，去把路妃娘娘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哎，姐，你快去找陛下，让他来救我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让本宫好好瞧瞧。这不是陛下最宠爱的路妃娘娘吗？怎么娘娘今日如此狼狈啊？贵妃娘娘，你这样做就不怕陛下知道生气吗？贱人，你以为得到了陛下的宠爱，就能跟本宫叫板了吗？不懂规矩是吗？今天本宫就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规矩。哎，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要是杀了我，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看他脑子好像不大清醒。来啊，让他好好洗洗脑子。你们可都瞧见了，是他自己扎进缸里，与本宫可没有任何干系。路妃的这双眼睛生的确实是漂亮，可本宫偏偏看不得漂亮的东西。烟雨，把她的眼睛给本宫挖出来，拿去喂狗。是。起开！路妃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也知道害怕呀。陆贞，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宫母一定会扒了你的皮。我现在就能扒了你的皮。从这里开一个口子，
灌入水银，我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体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你不敢，你都敢挖我的眼睛了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陆正儿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刚刚只是吓唬你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这寒冬腊月的，怎么还有人在宫道边跳舞啊？这兴许又是哪个宫的嫔妃听到陛下会过来，所以特意候在此地，想要争个宠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。哎呦，这是哪个宫的？哎呀，这哪是争宠啊，分明是得罪了那位了。是熹贵妃？是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说这鼓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熹贵妃，熹贵妃，熹贵妃，熹贵妃！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银丹让我去救你，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你晕倒在御花园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被打了？又是熹贵妃？太后驾到！贱人，居然敢杀希儿！你果然杀了熹贵妃。我没杀人，还敢狡辩！锦汐姑姑，打烂他的嘴！不是，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别冤枉人！母后，这么大的帽子不能乱扣，可有证据？你们要证据，哀家就给你们证据，免得你们说哀家冤枉了好人。路妃，你说你没杀希儿，那你日常佩戴的金簪为何会出现在希儿身上？太后娘娘，我昨日的确见过熹贵妃，但是那是她叫我过去挨打的。我发誓我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再这么冤枉我，你就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了。这样，你给我1日时间，我可以自证清白。若查不出来呢？那朕就亲手凌迟他3000刀，还母后一个清白。就是因为你，若不是你护着他，希儿根本不会死。死了就死了呗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如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放肆！陆真儿今日必须死！来人！小文景，小文景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小文景，我还有姐要照顾，好不容易找到她的，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小文景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站住！陆真儿，我是要杀你，但不是这一天。母后，今日你杀不了陆真儿。若是哀家今日一定要杀他，朕说杀不了，我就是杀不了。萧文景，你今日是要跟哀家作对到底？你想保他也可以，但是要付出代价。陛下不是要护着他吗？那就让陆真儿赤脚从这儿走过去。
朕替他走。萧文景，这是探我。母后，朕从这儿走过去，你要再给他一天时间查出真凶。你疯了吗？萧文景，没事。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生长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时间遗落许多过往，繁华和凄凉。萧文景，要看到我思绪荒唐，才分离脸庞。疯了！你跟你父皇一样，都被这个女人逼疯了。可以断酒成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与我蓦然，或是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生长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萧文景，你没事吧？遗落许多过往，繁华和凄凉。这走完了。看到我思绪荒唐，才魂离脸庞。念念不忘，别来无恙，结滴眼泪。振儿，你可千万不要骗朕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杀熹贵妃。所以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熹贵妃是叫我过去挨打的，那我肯定不能傻站着，我就跑了。后来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。那你觉得是你杀了熹贵妃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不杀你，下次可就不会。你要是再逼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熹贵妃，熹贵妃，你没事吗？这狼妃太可怕了。我当然很想杀他，但就凭我们受过的教育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到时候我一查就知道。这么有信心？当然了，穿越定理嘛，只要我一查，就肯定不是我自己，而且我都被人敲晕了。敲晕我的那个人，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熹贵妃身边的丫鬟，一问就知道了。走。陆真儿，你，不要杀我！你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他看起来疯得很厉害。给他上刑试试吧。屈打成招啊！别吧，我先试试。烟雨，那天晚上你不是都在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要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
上刑吧。能不能别捣乱了？不查了，放成这样了还等查？能不能不要再说什么上刑的话？在我这儿禁止屈打成招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路妃娘娘这会儿来刚好，太医署的人刚将贵妃娘娘的尸体缝好。要是再来早点儿，路妃娘娘估计都不敢看。哎，路妃娘娘别！这里面是什么？贵妃娘娘的骨头有些被敲碎了，太医也没办法，只能往里面塞了些棉花，外表看着好看些。这是水银，这是水银。从这里开一个口，灌进水，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皮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不可能，路妃娘娘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没事吧？奴婢见过瑞王殿下。见过瑞王殿下。你们二人退下吧。是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路妃娘娘不害怕吗？还行，瑞王殿下，若是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王爷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认不出我了？王爷，臣妾乃是陛下的妃嫔，应该和王爷是清清白白的吧？看来你已经彻底接受这个新身份了。原主难道真的跟瑞王有一段情？我现在要是否认的太快，会不会崩人设啊？没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得先哄着他一点。瑞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呀。臣妾只是个无权无势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是啊，你只是个弱女子，面对皇权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那王爷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就先走了。且慢，本王还有一事挺好奇的。什么？这寻常女子都惧怕尸体，为何路妃娘娘不但不怕，还敢给这熹贵妃尸检？哦，我恰巧懂医而已。那路妃娘娘的医术看来十分高明啊，连给尸体注入水银，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都知道。本王昨夜恰好路过新宫。那王爷，你有看见是谁杀死了熹贵妃吗？这熹贵妃难道不是路妃娘娘所杀吗？我没有杀人，肯定不是我。那路妃娘娘怎么会知道如此恶毒的害人之说？这就跟制毒师除了会制毒还会制药一样。瑞王殿下若凭一句话就判定我杀了人，岂不是太轻率了？本王不过随口一说。那王爷还是谨言慎行。要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真儿，你给朕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四周已经搜查过一遍，除了你那只金钗之外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难道我真的杀死了熹贵妃？不可能！担心了？在这个时代，太医署的太医代表最高的医疗团队，可是他们连缝合一张人皮都扭扭曲曲，更别说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我学过解剖学，我可以完整的取出一条大鼠的脊髓，确实可以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萧文强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只能秉公办理。你要杀了我？我不想，除非你能证明自己，毕竟我只是个傀儡。陆正，其实我已经盘问过那个宫女了，她当时还没有那么疯。她说亲眼看见你对熹贵妃动手。我是对她动手了，但我只是吓唬她的，我威胁了她一下就松开她了。她说她亲眼看见你剥了熹贵妃的皮。你去哪儿？我肯定没杀人，我再去找找证据。
这本书看着这么现代啊。上姐，嘿嘿。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像我呀？从这里开一个口，关键是就能包下一张完整的贵妃人体。贵妃娘娘要不要试一试？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原来我只是漫画里面的一个纸片人。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？你在外面干什么？案子查清楚了？没有。那你还不赶紧过来查案子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看看这个复杂的后宫人物关系图，尤其是这儿，这是重点。这本漫画书哪来的？我被人打晕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以为我中毒了，就想去藏书阁找找看，看有没有对应症状的书。这本漫画就在藏书阁的书架子上发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我们都只是这本漫画里的 NPC？ 没错，我是一个看了后宫乱漫画的读者，穿进了后宫乱中，变成了恶毒女配陆贞儿。进入漫画世界之后呢，我改写了自己的剧情，于是就创造出了这部新漫画《盛世女帝王》。就跟那些传说文一样，我们从始至终都只是虚假的纸片人，好像有更高维度的作者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被作者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听不懂？听懂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本漫画上的凶手是你？都是假的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但你就是个纸片人，一切都是被写好的。我是真实的人，我有爸爸，我有妈妈，我还有爱我的姐姐，我还有那么多朋友，我还读了那么多的书。虽然我最后还是当上了牛马，但是我所有的经历都是真实的，我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纸片人。我们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，你的所有经历都是漫画里面写好的。那又如何？纸片人就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吗？定了命是吧？那我就把这漫画撕了，命凭我自己写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来了，说是要让路妃伏法。一日时间已到，路妃可找到凶手了？找到了。凶手在哪儿？凶手今夜丑时就会出现。哼，陆贞儿，你别想再拖延时间，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我没有拖延时间，我也想现在把凶手交给你啊，但是凶手只有丑时才会出现。太后娘娘，都已经多等1日了，再多等半日也不着急吧？什么叫做凶手会在丑时出现？人死的时候呢，人的眼睛会保留最后看到的画面，只要在丑时做法，就可以从尸体的瞳孔之中看到凶手真正的倒影。好，就算哀家为了希儿再多等你半日，若今夜丑时没有抓到真凶，即便陛下护着你，哀家也让你死。他说半日就半日，朕为陆贞儿担保，无需母后操心。
我就知道真凶会在丑时出现，毁尸灭迹，没想到是你，燕雨，你为何要杀熹贵妃，还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？没有，奴婢没有。你若没有，今夜为何会出现在此？奴婢只是想来看看熹贵妃。还敢狡辩，福安，给他上刑。是。是我杀的又如何？难道熹贵妃她不该死吗？3年前，她就因为她自己不高兴，便杖杀了我姐姐。这次，她仗着有太后撑腰，更是为所欲为，大杀无数婢女。她早就该死。贱婢，居然敢对主子动手！哀家要你五马分尸，用不着你。既然事情查清楚，哀家就走。不争了，今日哀家就先放过你。从现在开始谨言慎行，若是还有下次，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怎么，抓到真凶了，你还不高兴？萧文景，你不觉得这一切太过顺利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燕雨出现的顺利，陈太后态度也很顺利。此时只要将你摘出去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就怕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快了结。瑞王到了。儿臣参见太后。坐。谢太后。太后找儿臣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哀家帮了你，瑞王竟是这样的反应吗？太后不帮儿臣，此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死了个女人罢了。所以希儿是你杀的，为什么要杀希儿？死都死了，现在再提还有什么意义？太后若是想捉拿儿臣归案，现在就可动手。抓你干什么？怪就怪希儿她命不好。从前听闻瑞王是个老饕客，爱吃烩吃。哀家今日令厨房做了一道点心，特地让瑞王尝尝，可还有什么改进之处？甜而不腻，松软可口，甚好。他难道真不是仙皇？仙皇吃绿豆糕会过敏？太后，这绿豆糕也吃了，话也问了，太后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装的。没有。太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如此对儿臣动手动脚，合适吗？你走吧，哀家不想看了。陛下，婉玉真的好像。臣未一见会如此试探人，多加小心。哎呀，古代没有手机，真无聊。哎，让我看看漫画更新了没有？后面多了。真的？真实时更新啊？这儿，静妃喝了你送的小吊梨汤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怎么会给他送什么汤呢？
娘娘，我已经把小吊梨汤给静妃娘娘送过去了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送的？娘娘，银丹，这几日我熬了一些小吊梨汤，给各宫娘娘送过去吧。是。我要让他们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这个午觉给我睡懵了。好像真是我做的。走，去看看。妹妹，怎么了？参见陛下。静妃如何？静妃娘娘中的是砒霜之毒，毒性极强，恐怕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是砒霜毒。皇上，静妃妹妹突然暴毙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娘娘，我们娘娘是喝了路妃派人送的小吊梨汤，这才七窍流血而死的。是我送小吊梨汤不错，但我没有放砒霜。吩咐下去，各宫增派人手，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。走。那漫画上可写了静妃的死亡原因？中了砒霜，七窍流血而亡。放心吧，朕不会相信你会被漫画操控的。那路妃真是个妖妃，自从进了宫，先是熹贵妃被做成人皮骨，然后静妃七窍流血而死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这宫里可是谈露色变，姐妹们都绕着她走，生怕被她害死。也不知道陛下喜欢她什么。我要是陛下，第一个杀了这妖妃。他们都在传你是妖妃，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反正名声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。再说了，你这个皇帝一直在我身边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那漫画里更新的故事，除了静妃，是不是还会有人遭殃？他的脸怎么长这样？可是我都忘了，说有个叫玉美人的，会在我昭华殿上。慧荣，林丹，把那个千素花瓶都收起来。是。林丹，记住，一定不能让玉美人碰到任何奸恶物。这个铲子也收起来，换成软木杯。是娘娘。妹妹这宫里，倒像是个棉花作坊。哎呀，这个很重吧？带累了吧？银丹，来，给玉美人换玉簪子。是娘娘。那可是纯金的。玉美人就要戴玉簪子，这个也很贵的。真好看。是吗？这罗子带颜色真好看，要不怎么妹妹是宠妃呢？这怎么会有罗子带？之前分明没有的。一点罗子带罢了，妹妹怎的这般小气啊？我的脸！啊！我的脸！啊！太医说那骡子蛋是用砒霜水养了10年的毒珍珠磨的粉做的，真不知道这东西从何而来。我不应该让他进来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萧文景，你说我是不是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
改变漫画的走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逆天改命。你果然是打不死的小强。你得感谢我这个人设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肯定也活不了。你不死我才活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我做皇上1天，我就会多宠你1天。悠着点吧你，你给我拉的仇恨已经够多了。好，那便由你去死好了。我想过了，既然漫画是实时更新的，那我就得知道漫画的剧情，这样我才有办法逆天改命。如今，整个宫廷人人视我为蛇蝎，避之不及。我倒要看看，我接下来还能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。你要杀我？我永远不会杀你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，但是我怕控制不了我自己，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四弟，真的有用吗？反正破解虚光之灾可以这样，破解一个漫画的次第局应该也可以吧？快去！你还会舞啊？以前无聊的时候学过一些散打。厉害了，我的哥！小心！好痛！陆正，陆正，你为什么要踢我的？这不小心，我改变不了这个破解局。无论是谁刺敌，我都不会让你死。陆正，陆正，陆真儿，你这次真的不会杀我？我画这本书的时候，从未想过某天我竟会穿进自己的书里。我以为按照剧情的设定，你把我杀了，我就能回到现实。但没想到我们却进入了无限循环。你一世又一世的杀我，让我困在这里无法解脱。所以这一世，我下定决心要杀你来改变结局。可是你为什么会替我挡下这一刀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个陆真儿还是你吗？这次的结局会不会改变？陛下，还杀他吗？滚出去！是，走。路飞救驾有功，特赏赐黄金1万两，丝绸100匹，南方夜明珠10颗，金步摇2对，金耳当10对，纯金长命锁1个，东珠1盒。你收敛收敛，眼珠子倒粘到这些金首饰上了。陛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福安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那些刺客是谁派来的？你查出来了不？都死光了，没有活口。我猜，
多半是瑞王。我也觉得。你放心，等我上阳好了，我就找他试探一番。我才不信什么剧情作怪呢。最近发生的事情多半是人为，而且这个原主跟瑞王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，他一定不清白。哎，等你上好了，我带你出去玩吧。啊？去哪儿？咱们去海边烧烤去。还好，好久没有去海边了，真的是太久没去。没事吧，陆章？啊？小丸角，为什么这海边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海边都长得差不多。在海边吃烤肉、喝啤酒，太幸福了！你笑什么？有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什么？这个。这个哪里来的？在你御书房架子下面捡到的。进来，看会发光的孔雀，这个好特别啊！想看什么说，全部都。这个是什么？盛世女帝，竟然当女帝！按照这么说的话，那我铁定就是女主了。你就这么笃定你是女主？那当然啊，我都当女帝了，还能不是女主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也是有女主光环的人了。什么瑞王、陈太后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是女帝的话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就死了？我既然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频文里面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她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是吗？是啊。可你之前还说要逆天改命。人生啊，还是要少折腾一点。小丸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嘣，做炸弹？炸弹？只要我们做出来了，那北招军队的武力值简直可以飞升好几层呢！不求青史留名，只求横扫全球。怎么了？就是突然觉得你很适合当这个角色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平身。哎，小丸角，你说我当了女帝之后，我是不是可以设立后宫了？一想到会有一大堆帅哥为我争风吃醋、大打出手，我就真是开心。哎，不过我要人性化一点，不单单宫女25岁可以出宫，男妃过了25岁也可以出宫，这样我后宫里就永远都是20出头的男大了。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逆子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让朕发誓吗？朕发誓了，你狗叫什么？小文景，你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的人是你，萧玉成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口爹味就可以当我爹了。
你个小小瑞王，竟敢如此跟朕说话，朕要诛你9族！脑子没枪开过吗？枪？什么是枪？这就是枪！他们两个有病吧？嗯，萧文景，你放肆！打我！不要再打了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打死你们！陆真儿那个贱人，当年先皇被他迷得昏头转向，今日瑞王跟萧文景又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一个帝王，一个王爷，竟在宫中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哀家绝不允许这狐狸精活着。锦汐姑姑，过来，在。奴婢知道了，奴婢这就去做。陆真儿，哀家绝不容你。你来干什么？奴婢奉太后娘娘懿旨，前来铲除邪祟。什么邪祟？御花园锦鲤全部身亡，太后娘娘每夜都会梦到邪祟惑主，故请来吴天师进宫做法，查出这邪祟就在昭华殿之中。还请路妃娘娘批准奴婢搜查，不要让奴婢难做。行，你搜，掘地3尺的搜，要是没有搜到，就足以证明我的清白。好，给我搜。简溪姑姑，找到了。来人，请路妃娘娘前去万春殿。放开！我自己会走。太上太心，应变无庭，驱邪附媚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或无丧亲。太后，奴婢从路妃娘娘宫中搜到了这个，这是巫蛊娃娃。陆真儿，你在宫内行巫蛊之术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将这个妖女拉下去，即刻杖毙。哎，太后娘娘，这不是巫蛊之术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祈福罢了。道长，臣妾日日陪着殿下，看到殿下为我北征殚精竭虑，臣妾实在是心疼，就突然想到了幼时曾听闻的一个祈福法子，只要臣妾真心实意的用自己作为交换，就能保佑臣妾想保佑的人平安健康。胡说八道！皇贵妃若是不信，就让吴天师把这巫蛊娃娃拆开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是谁的名字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好啊，拆就拆。吴天师，你快拆！吴天师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需要本宫亲自动手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这就拆。天师，纸条上究竟写着谁的名字？是陆真儿。即便是祈福，你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亦是有违宫规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拉出去，杖30。是是。太后，太后娘娘，臣妾无罪。太后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引来后宫嫔妃不满吗？谁会不满？像你这等妖妃，哀家没有直接要了你性命，已是莫大的仁慈了。杖30是不是太少了？我看陆真儿这张嘴硬气得很，杖30根本打不服他。那就杖50。我去！
权势，我就只能像这样不停的人人鱼肉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我得自救。路飞娘娘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错，我不会乖乖挨打的。真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是你啊？瑞王，陆真儿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哀家只是按宫规惩处他。瑞王就这样带他走，可还把哀家放在眼里？是遵循宫规，还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好，就算哀家不因此事惩处他，可他让一个帝王跟王爷为他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，这样祸国殃民的妖妃，难道就不该杀吗？你嫉妒他？哀家只是替北昭铲除妖妃。萧一城，陆真儿她没你想的那么单纯，你可不要被她骗了。真儿什么样，本王心中有数，不劳太后操心。好，随你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她害死。今日多谢瑞王殿下。真儿，这陈婉仪恶毒善妒，真儿需多般小心。多谢瑞王一再提醒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幸好有瑞王殿下救下了路妃娘娘，这下您可以安心了。救下就救下，他的事与朕无关。可是太后娘娘怕对路妃娘娘再有不利呀。朕每日不是围着他打转的，朕也很忙。他的事以后不必告诉朕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这茶怎么和之前的味道不一样？陛下，这是路妃娘娘准备的蒙顶甘露啊！换！以后不喜欢了。是。太后娘娘下手也太重了，这都出血了。他就是奔着打死我去的。他自己不讨先皇喜欢，为何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偏要搓磨你？这接二连三的，是非要你的命不可。没事姐，我已经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。哎，你来了。奴婢告退。伤势好些了吗？小伤，没有挨2下板子。今日又是瑞王赶来救你，他倒是日日围着你打转啊。我也觉得他对我不安好心，而且我今天发现了一件很炸裂的秘密。你不问我什么事儿吗？说。我发现瑞王跟陈太后有一腿。瞎说！我没瞎说，真的，我拿我人格担保，就算瑞王没那个意思，陈太后也绝对有那个意思。不可能！你就这么笃定？瑞王虽非陈氏亲生，然名分既定，便是嫡亲母子。朕对此等悖逆伦常、秽乱宫闱之事毫无兴趣。这跟你有没有兴趣有什么关系啊？瑞王跟陈太后肯定有一腿。他们二人如何与你无关？你不如好好想想，为何瑞王会如此待你？谁知道瑞王跟原主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是瑞王能被赶出京城就好了。如果我能当场抓到陈太后跟瑞王有一腿，我就可以利用舆论让陈太后身败名裂，也能顺势将瑞王赶出京城。以后不必受制于陈太后，也不必在瑞王面前担心崩人设。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办。你不想让瑞王留下？我当然不想。每次在瑞王面前，我老担心我崩人设。你别干坐着呀，你帮我一起上点药吧。陆正儿，
男女有别，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推吧？我这不穿着衣服呢吗？想得美！这个富二代还够纯情的嘞。你说这贴画都是谁贴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还能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要杀瑞王，听说这画已经传遍整座皇宫，也不知道是谁如此嚣张，竟堂而皇之的要对瑞王下手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！最近宫中不太平，太后娘娘近日宫中流言四起，到处张贴说瑞王将死。瑞。现在这幅包女人什么的，陈太后肯定也看到了。奴婢参见陛下。藏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看错了。拿出来，快交出来！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这是什么？最新的盛世女帝录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像那个女帝图一样，唰就出现了。肖文九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诧异于下一个死的人竟然是瑞王。瑞王死就死了呗，反正跟我没有关系。只有这一幅画吗？没有其他的吗？就这一幅图。我从未画过这幅画，难道有人和我一样，站在更高的维度，细水所有？娘娘不是要去抓太后跟瑞王的奸情吗？为何还要扮成瑞王的模样？我担心瑞王不敢来，他不来，我就做了个备案，假扮成他去骗陈婉仪。成败就在今晚，陈婉仪，你害了我那么多次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百口莫辩。哼！你是谁呀？你不是真儿的婢女吗？来找本王何事？求王爷救我家娘娘。自从宫中出现有关王爷的那幅画后，娘娘就很是担心王爷的安危。娘娘今夜便自己跑到了冷宫，说要帮王爷查出幕后真凶。他竟如此担心本王？娘娘说，王爷对她有数次救命之恩，即便是想到旧情，她也要保王爷无虞。那你为何不去找萧文景相救？娘娘是为王爷你去的冷宫，奴婢不敢去找陛下。他既如此爱我，他如此待本王，本王定不会辜负他。难不成我猜错了？陈太后对萧逸晨没有那个意思啊？不管他的死活了。来了，来了！瑞王，是你吗？瑞王今夜为何会在冷宫？罢了，哀家不问你这些事。你放心，冷宫很安全。无论那幅画是真是假，又是何人作怪，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我就说陈太后绝对喜欢瑞王。依城，你为何不敢直视哀家？难道是害羞了？若是你觉得这样舒服，咱们就这样说说话。算算时间，我教的那些人该来了吧？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么一出好戏。依城，
你的长相与先皇实在相似，哀家每当看到你，都觉得你就是他。哀家实在是想你父皇，所以一成，你愿不愿意代替他陪在哀家身边？好炸裂的发言，光明正大的替身文学。一成，你放心，这段关系只有你我二人知晓。如果你让我开心，即便是想要皇位又何不可？哀家会帮你杀了萧文景。一成，你可愿意？你不愿意。一成，此时可由不得你愿不愿意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热，还浑身发软？萧，这万一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一成，今夜我会让我们两个都开心。陈太后真是疯子，我走不下去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一成，一成，别跑啊！一成，一成，一成，你怎么变瘦了？你是在想哀家吗？一成，你不要嫌弃哀家的年纪，其实哀家比你大不了几岁。一成，今夜我要你，我绝不会让你逃。你干嘛？是我。快跑！陈太后疯了。一成，别躲了。真儿。是我。真儿。你冷静点。好热。冷静点。好热。你冷静点，陆真儿。陆真儿，你干什么？陈太后下地要探母，我好难受。陆真儿，你现在在这儿别动，我去给你找药。萧文景，萧文景，萧文景，萧文景。这是什么？画。谁画的？这些又是什么？盛世女帝龙。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画的？是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画的你，你觉得我是谁？
尽心机想找的人是你，是你一直在操控我的命运，是你一直要杀我。是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朋友？谁要跟你做什么朋友？我从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想杀了你，我天天都盼着你死。为什么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够回家呀。你多在这里一天，我就要多在这里当一天废物皇帝。你为什么不死啊？你为什么要当什么女帝？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破漫画里？你知不知道我被困在这里多久？10世，整整10世！我每天陪着你们这群疯女人，宫斗、争宠，我还要配合他们玩那些烂把戏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到现实生活。我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有错吗？那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会帮你的。就是因为你，我才被困在这里。这10世重复循环，被你杀了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以为你是个好人吗？我是不是什么好人？但是我不会无缘无故跟你反目成仇，刀剑相向。可你就是做了。我没做过，你说的那些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把你当做朋友，我从未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、害我？景妃还有玉美人的事情，都是你做的，对吗？是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就是为了要逼疯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了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啊！为了让你被所有人敌对。那上一次探火，你也当我……上一次探火，就是因为你疯狂的想得到权势。上一世陈太后逼你走探火，你因此嫉恨于我，成为一代妖后，见我千刀万剐。这一世，我要改变这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小文姐，我真心把你当朋友，我毫无保留的信任你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对不起我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信任？幼稚！我讨厌你！你讨厌我？来人！陆飞以下犯上，把他给我押进大牢！带走。是。娘娘，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陛下想明白了，自会将娘娘放出来的。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，怎么会接我出去？娘娘别这样说，陛下对娘娘的好，人人都知道的。奴才会给狱卒打好招呼，娘娘就在这安心待着，不出几日，陛下定会来接娘娘。多谢福公公。娘娘客气了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小文姐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小文姐。大卫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小文姐？我有错吗？啊？我要是改变不了剧情，我就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变成人不人、鬼不鬼的东西，我为了我自己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可我为什么会难过？
我现在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评文里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他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小心！他虽然是替我挡刀，可那是他心甘情愿，与我何干啊？他杀了我那么多次，我就骗他一次怎么了？我有错吗？我一点错都没有。他要跟我对着干，可以，就让他一辈子在牢里面待着，永远也别出来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破剧情怎么走。路飞娘娘，该吃饭了。对不起了，陛下让我来杀你。真儿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是来救你的。萧文静，你真的要杀我？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快走，走！走，就这儿。陆真儿在哪儿？回陛下，方才瑞王殿下闯进来杀了看守，直接将路飞娘娘带走了。瑞王？是。你确定这里安全吗？自然，真儿，本王定能保你无虞。我只是怕你有心无力，毕竟你只是个王爷，要杀我的人可是95至尊呢。即便他是95至尊，也绝不可能从本王手里抢走你。你干什么，王爷？萧文静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这么相信他？这跟相不相信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。难道，王爷你要我说，你比95至尊要高一阶？我才说不出那么违心的话。即便他现在是皇帝，但这个皇位他坐不久。真儿，本王才是你值得托付终生的人。萧文景没安好心，你好不到哪儿去。瑞王殿下，熹贵妃是你杀死的吧？瑞王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真想杀人就杀人。真儿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水银剥皮之法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那天晚上路过公道旁的瑞王殿下知道。真儿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还用那么残忍的手段？你何必为了一条贱命跟本王如此争吵？你不如好好跟着本王，你我2人联手便可共谋天下。萧文景要利用，萧逸成你也要利用，这天下的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我要让你们狗咬狗。瑞王殿下，那真儿今夜就在这儿住下了。真儿果然没让本王失望。真儿放心，日后我若为帝，你必为后。近日宫中人心惶惶，是有什么事儿发生吗？回太妃娘娘，前几日皇城地动，宫中便出了些流言。他们说，先皇遗诏上本该是瑞王继承大统，陛下皇位不正不说，又不遵礼教，强抢先皇宠妃，上天因此降罪北诏，降下天谴，引来地动。若陛下一直如此，只怕北诏将亡。
哪里有什么天谴？分明是有心之人有意为之。他们想斗，就让他们斗去吧，反正也不关我什么事儿。走，回宫。是。陆真儿，你真的打算站在瑞王那边？萧逸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萧文静，你放肆！朕问你，陆真儿在哪儿？要杀了他，还管他的死活干什么？交出陆真儿，否则朕阉了你这个私通后妃的王爷！萧文静。本王镇守边关10年，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诛杀功臣吗？陆真儿在哪儿？你若杀了本王，边关必乱。北昭不止你一个将军，用不着你保北昭太平。有本事你别杀了本王！哼！来人，在，将瑞王押入大牢。是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大逆不道！陆真儿，朕给你3日时间，3日后若朕见不到你，就等这帮萧逸臣受尸吧！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太子，范，是不是还是没有陆真儿的消息？回陛下，暂时还没有。朕忘了，陆真儿巴不得萧逸成去死，怎么会为了萧逸成出来送死？去把银丹找过来。是。奴婢参见陛下。哎，起来。银丹，你可知道陈太后为了冷宫之事，到处在找陆真儿的下落？她会为了你出来。陛下，奴婢也不知道娘娘去哪儿了。你可愿帮朕找到陆真儿？朕不会杀她。朕找你，只是想在陈太后之前先找到她。如果陆真儿先落到陈太后手中，必会没命。即便你不帮忙，她逃不出皇城，被找到是早晚的事。陛下真的不会杀娘娘吗？不会，至少这一次，朕不会杀她。陛下要奴婢怎么做？放开我！我的放开我！你真用姐姐逼我，太恶心了。麻烦帮我通传一声，我找陛下。路飞奶奶，娘娘，属下在此等你很久了，请跟属下进来吧。想必他竟然还没看见你。娘娘或许不会为了奴婢出来。他会。你先走吧，明日继续。是。你在哪儿，陆正？
陆真儿，你可眼熟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算计哀家，找人来抓哀家的奸，哀家自然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陆真儿，你以为是谁派哀家来害你的？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。我也算是睡到皇帝的女人了，娘娘，今天就让我们兄弟俩好好伺候。滚开！你怎么了？你个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陆正，陆正，陆正，醒了。陆成儿，你这……陆正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就你还想杀我啊？哎，陆正，松口！你属狗的呀！我收你个头！陆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跟陈太后合谋，做出这么恶心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什么狗屁清白二字，我根本不在乎，不过是具皮囊而已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吗？你做梦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随便你做没做过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，你都使出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除了利用银丹逼你现身之外，其余之事我从未做过。做没做过，不过是嘴巴一碰的事情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小人。你爱信就行。银丹在哪？我要见银丹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银丹姑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保护好她吗？怎么回事？奴才确实是派人去保护她了，可是银丹姑娘说要去侧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见了？侧屋也找过了，附近也找过了，都没找到人。你要去哪？一定是陈婉仪，我要去找陈婉仪。我带你去。走。银丹在哪儿？放肆！没有偷传便擅闯万春殿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规矩王法？这就是王法！我问你，银丹在哪儿？可笑！你自己的婢女，你问哀家在哪？哀家怎么知道？你母后，把人交出来！哀家从来未见过什么银丹。若你不交人，朕就派人去皇陵把父皇的棺材挖出来，将父皇的尸骨喂狗。萧文景，你敢？朕什么都敢。朕给你3个数，若你还不交人，朕亲自去挖坟。1，你不敢。3。站住！你死！母后，朕的耐心有限，若你还如此多的废话，届时无论你交不交人，朕都给你保证，父皇的尸骨保不住。怕陆真儿跑，自然有不要得志。你说什么？陆真儿，今天那个贱婢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陆正，
住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带我劫走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姐，她怎么样了？刚刚他也来看我，并不大碍，只不过心理上，他是这里人，想必多少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是我没有保护好她，是我害了她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陈太后。但她是为了我呀。他或许不会怪你，但是我会怪我自己。可她不是你真的姐姐啊。但是她不一样。你也说过，她是这里的人，她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你就把她变成我们这样的人。这个世道正是因为缺少我们这样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此事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。如果你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进行自我谴责，岂不是正中了对方的下怀？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自我谴责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找陈婉仪。陆振儿，你又干什么？陈婉仪，你很嫉妒我吧？哼，当年先皇面前你争不过我，如今瑞王面前你也争不过我。先皇对我情深似海，瑞王殿下也愿为我许下山盟海誓。可是呢，他们却避你如蛇蝎，视你为无物。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你才疯了！为了个男人残害无辜，自诩权势滔天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为了你那点破感情自怨自艾。如果你这样的人可以母仪天下，那简直是北朝的不幸，苍生的不幸。你们两个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放开我！你以为毁了我的清白就能打倒我呀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好好的活着，活得肆意快活，淋漓畅快。清白这种东西，从来不在女子的罗裙之下。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给自己泼脏水，成为舆论中心啊？这样，就不会再有人关注银丹怎么样？不怕被非议？我先高洁，无惧非议。
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陈太后，她是因为我，所以此事错在太后，与你无关，你不要自责。原本就是娘娘从殉葬坑内救出我，如果没有娘娘的话，殷丹早就死了。所以，为了娘娘做什么殷丹都愿意，哪怕为了娘娘去死。呸！姐姐，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。陆之儿，你这个贱人！哀家一定要让他死！锦汐姑姑，把陆真儿给我带过来。是。陛下，今日这些奏折都是讨伐路妃娘娘的，是陈太后做的。陛下，这些谣言已经传到民间了，路妃娘娘已经被百姓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都说什么？说北昭自从先皇走了之后，后宫定是有妖邪作祟，不然怎么出了那么多荒唐之事？大家都说，路妃娘娘就是那个妖邪。让青天剑去准备，3日后祈福祭天。是。路妃见到哀家不行礼了吗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好你个祸国妖妃！谁说我是祸国妖妃？民间传言路妃祸国，北昭将灭。今日哀家就要替北昭杀了你这个祸国妖妃！陛下驾到！母后又要做什么妖？陛下今日你可护不住这个祸国妖妃。究竟是不是祸国妖妃，3日之后自有定夺。什么意思？3日后，祈年殿祈福祭天，上天自会给北昭指明方向。哀家可等不了3日。母后若不是想让路妃替你这个骗姬私沉的妖后顶罪吗？胡言乱语，哀家怎会是妖邪？那便请上天定夺。陛下就这么想救陆真儿？母后，3日之后，青天剑算出陆真儿是妖邪的话，文武百官在场，即便朕想要保住陆真儿，也难敌悠悠众口。哼，太后，莫不是怕了吧？可笑，哀家会怕你？3日便3日，3日后，哀家定会拿你这个祸国妖妃祭天。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着我？这宫里的氛围最近越来越奇怪了。今天的水怎么这么重？这是血！有血！今日是怎么了？手上没有半点力气，没吃饭吗？太后娘娘息怒，奴婢今日身子有些不太舒服。既然身子不舒服，为何还来当差？还不快出去！是，奴婢这就走。太后，我别支支吾吾的，直接告诉哀家，锦汐姑姑到底怎么了？她在哀家身边伺候多年，若真生了病，哀家不是不能给她个恩典，让她早日回家。回太后娘娘，太医署的人说，锦汐姑姑她中了毒，是牵丝蝉的毒。什么？
妖妃不是陆真儿吗？怎么宫内怪事都出在太后寝殿了？谁说不是呢？就太后娘娘身边那个景熙姑姑，太医署的人说她患上了难得一见的千丝疹。千丝疹，哎，所谓妖邪，莫不是另有他人？嘘，别说了，快走快走。启禀陛下，卦象显示阴阳失衡，阴盛阳衰，是妇人专政、妖邪降世之象。此次后宫千丝产，怕是跟上次一样，乃是天谴。还请陛下诛杀妖妃陆真儿，还北昭一个太平盛世。还请陛下诛杀妖妃陆真儿。乱我北昭江山的妖邪不是我，而是你，陈太后。太后娘娘，我呢，不过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没有半点实权。太后娘娘，你手握重权，垂帘听政，你我之间，谁才是妇人专政、阴阳颠倒的祸国妖妃啊？你以为就凭你三言两语就能将脏水泼到哀家身上吗？可笑！自地洞后，先帝爷爷给臣妾托梦，说太后掌权，阴盛阳衰，有违纲常，要臣妾夺回他的萧家江山呢。一派胡言！先帝岂会给你这个妖妃托梦？我自有证据。什么？诸位，先帝稍后就会现身，与诸位说个清楚。先帝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是啊，妖孽惑众。陛下，现身吧。陛下，那是不是先帝？何时将北昭江山归还萧家？当真是先帝的所言。陛下，朕在此。陈婉仪，你何时将北昭江山归还萧家？陛下，臣妾从未肖想过萧家江山，北昭永远馨香。站住！朕已并非阳间之人，绝不能与阳间之人见面，则朕就会立刻消失。陛下此话实在奇怪，莫不是你陆真儿找了个男人假扮先帝吧？太后娘娘，你难道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认识了？你再好好看看，纱帘后的不是先帝，还能是谁？哀家倒是要看看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怪？陛下，陛下，感谢陛下，皇上。陈婉仪，狼子野心，知北昭阴阳失衡，上天才降天谴，北昭容不下你。文景，朕命你拿回北昭大权。是，父皇。铲除妖邪，诸天神佛自会庇佑我北昭。是，儿臣定为北昭铲除妖邪。真儿，医术高明，治好千丝蝉之毒，替朕护好北昭。是，陛下，臣妾定会护北昭无虞。陛下，臣妾从未有过争权之心，臣妾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北昭，为了您啊！陛下，臣妾日日夜夜盼着您能入臣妾梦，为何陛下一次都不来？只要去那减肥的梦里。走了，快点！你好好反思吧。陛下，请母后归还北昭大权。请太后娘娘归还大权。陛下，陛下。
你玩强摘啊？起开！我不跟你玩。我告诉你，咱们俩只适合互相捅刀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就这个态度？那有什么态度啊？你要干嘛？谋杀！萧文景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宫里那些前4禅的病人只有我能治。你要是现在把我杀了，你就等着大家一起完蛋吧。前4禅怎么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少给我装听不懂。你少管我，反正这个病我能治好就行了。老皇帝是瑞王假扮的，你去赵狱找了瑞王是吗？陆真儿，我告诉你，瑞王绝非善类，别轻易相信他，相信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我不相信他，相信谁？你吗？萧文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，但你怎么对我的？你千方百计算计我，变着法子想我死。要是没有瑞王殿下，我早就成一堆白骨了。谁都可以跟我说这种话，就你不可以。你压根就不配跟我说这种话。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？瞪什么瞪？这几巴掌就是你该受的，谁让你辜负我的信任？你起来！什么？你赶紧起来！怎么，还给你做爽了？你闭嘴吧！我走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萧文景，有一句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我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小心眼，但若不是你先下手为强，想要我的命，我绝对不可能想杀你，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好朋友。我这个人对朋友向来都是很好。萧文景，你到底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对一个杀你弑师仇人的态度。扫平一切阻碍，这就是枪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到底该怎么做？将艾草都拿进来，万春殿的每一处都要熏的，这样可以缓解毒素。是。娘娘，太后也中了千丝禅，太医们都过去了。他死了最好，省得我自己动手。为了防止千丝禅扩散，陛下让我拿了这副药方给后宫的人合体服药。眼下虽然只有万春殿内有毒，但保不齐这毒哪天就传出去了。陛下，你不是不要再和我做好朋友了吗？路过，我看看你，你解毒去吧。要是治不好，都不用我动手，你都把自己作死了。胡说八道！我长命百岁呢，肯定活得比你长。哦，真讨厌！我走了。慢着，干什么？小心点，别死了。
陈太后祸乱后宫，致使北昭祸事不断，即日起禁足于冷宫。太后，这是太医署送过来的汤药，说是用路妃娘娘防止牵丝蝉的药方熬制的，喝了这个便不会染上牵丝蝉了。什么叫喝了之后不会得牵丝蝉啊？我看是陆真儿那个贱人是要下毒害哀家，以后他拿的东西一律扔出去。是，老奴知道了。陛下啊，陛下，为什么你能信陆真儿而不相信我？陛下，我才是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呢。太后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去救太医！快来人呐！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去请太医！陛下。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晕倒了呢？萧文景从未去过万春殿，还喝过我给的药，这按理来说不可能。奴才也不知道，陛下刚刚沐浴完出来便晕倒了。太医说就是牵丝蝉，奴才这边派人去将娘娘请过来了。娘娘怎么样啊？是天花啊！快，立即闭门紫宸殿。萧文景得的是天花，这几日接触过殿下的太监和宫女，全部都关起来。是。这个时代太贫瘠了，天花是能要人命的。近日宫中流言四起，牵丝蝉人心惶惶，陛下太后纷纷倒下，陆真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不是让你躺着吗？你躺地上干什么？你赶紧起来！你知不知道你要死了？路妃，接旨吧。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你古文还不错啊。朕死后，特诏此同学之荣允训昭陵之策，以全始终之意，永续抗力之源自同学。训昭陵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我给你殉葬？我都死了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萧文景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要是不想给我殉葬，那就想办法治好我，这样我们都不必死，岂不皆大欢喜？你信不信我再杀你一次？怎么不扎进去？舍不得。狗东西，你怕我治不好你，所以你死了也要我给你陪葬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怕死，不能要脸。不过有你为我殉葬，死了也行。行，不就是要我救你吗？我肯定救你，你等着吧。那我便将身家性命托付到路妃娘娘身上了。路妃娘娘尽力而为，不尽力也行。我们黄泉路上继续相伴。我救不死你！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你煎药去吧，我想快点好。别往我药里吐口水。你以为我是你这么恶心？我知道你是人美心善的路妃娘娘。撒手！你以为你病了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
你确定你这药配方是对的？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同命相连的状态，全世界的人都盼着你死，我也得盼着你活着。这个药方当然不会作假。第一碗你先换。为什么？我怕你给我下毒啊！拿着。爱喝不喝，死了拉倒。好。哎呀，那便死吧。你不喝了？你不试毒，我不喝。萧文静这狗东西真的太难搞了。要不你还是喝呢？你这不喝药的话，病不会好呢。难道你真想死啊？我活不活无所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就得必须死。陆正，你干什么？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。陆正，你干什么？好苦好苦，不愧是300黄连了。我干什么？我给你喂药啊！你活不活无所谓，但我必须活下去。你不怕生病吗？我提前喝过药了，没事的。而且你死了，我就必死无疑。你以后要是再不乖乖喝药，我就继续这么对你，保管喂好你。果真是药费，不知廉耻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要不是你不敢吃药，我至于这样吗？你若不在药中动手脚，我不会不喝。近几日太医署的人来看过了，但太后就是一直不见好转。滚出去！哀家不要你滚。去！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先帝让你治好牵丝蝉，你不能放着我们太后娘娘不管啊，否则你如何给先帝交代啊？便是北朝百姓，也会斥责娘娘见死不救的。你滚！哀家不要你治。太后，保命要紧啊！陛下怪我还不如早早死了去陪陛下。他没有中牵丝蝉啊？那是什么？脉象很奇怪。你根本就不会医术，你能看出什么来？他最近饮食怎么样？头晕吗？呕吐吗？太后近来饮食不佳，不太吃得下东西，偶有头晕咳嗽，但不多，有痰。陆振儿，你大胆！气滞血瘀，痰多毒剧。这种情况，我只能写个药方缓一缓。我建议你们去大医院看一看吧。什么？说漏嘴了。我医术不精，治不好他，你们找别人吧。虽然我宣誓过平等仁爱，仁者至上，但陈太后这病，显然是要借助现代医学仪器才能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也没有办法。娘娘，娘娘，王嬷嬷，不许救他，回来。哀家即便是死，也绝不会放过他陆振儿。太后是想……滚！
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下毒？我没有，快放开我！是你，就是你！快来人呐！有人要往井水里下毒！不是我，是路飞娘娘让我做的，跟我无关。快跟我去见太后娘娘！走，路飞娘娘救我！太后娘娘找我什么事啊？这么大阵仗！陆真儿，你下毒谋害哀家，该当何罪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不是你派来的人吗？不认识。哼，你不认识他，他可认识你。他不仅认识你，还指认了你。这又是什么老套的栽赃陷害手段？太后娘娘，您病好了，又有精力找我事儿了？放肆！谁允许你这样跟哀家说话？我从未指使过什么人下毒。太后娘娘，你编瞎话，讲点基本法吧。我一边给人治病，一边给人下毒，我图什么呀？我是图自己活不够多，还是不够累啊？你图的当然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虚名。只要这后宫的牵丝蝉一日不消，就没有人会说你是妖邪，甚至把你当成胡婆萨一般供起来。你当然不希望牵丝蝉消散，只是陆真儿，你为了自己置整个后宫的生死于不顾，你当真是好狠的心肠。路妃娘娘，奴婢们尽心尽力地伺候你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我们呢？难道我们这些奴婢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对呀，路妃娘娘，您的心肠为何这样狠毒？亏我从前还以为您是真心救我们于水火的活菩萨。我没做过，我也从不会做这种事。谁指使你这么说的啊？是不是陈太后？你说。大胆陆真儿，居然敢在哀家的眼皮子底下杀人灭口！太后娘娘想杀我，直接动手就好了呀，搞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有意思吗？认命吧，陆真儿。诸位，宫里的牵丝蝉的确不是天谴，而是人为。是谁？真正的下毒之人就是你陈太后。死到临头还想把脏水泼到哀家头上？不急，我有证据。锦溪姑姑，锦溪姑姑，今日大家都在这里，你好好跟大家说一说，万春殿的牵丝蝉究竟是从何而来？是太后娘娘故意在万春殿井水中下毒，制造异象，想要坐实路妃娘娘祸国妖邪的罪名。胡说八道！你这个背主的贱人！究竟是胡说八道还是事实？太后娘娘，你一清二楚。如果不是太后娘娘指使人下毒，那为什么牵丝蝉是从万春殿开始的？难道只是巧合？这本就是巧合。对，太后娘娘您说是巧合，谁敢说不是啊？真是好厉害的一张嘴，死的都能给你说成活的。只是再厉害的嘴，哀家今日也要你死。不只是你，今天的所有人都得死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饶命！奴婢绝对不会出去乱说，求太后娘娘饶命！求太后娘娘饶命！饶命！死人的嘴才最严实。你们要怪就怪陆真儿，如果不是她，你们今天都用不着死。太后娘娘不装了，为了掩盖罪名，就要杀人灭口了。哀家最大的罪就是没能早点杀了你。来人，把陆真儿给我拿下！放肆！哀家是让你们拿下陆真儿，不是让你们拿下哀家。母后下毒谋害后宫，其心可诛啊！你们是故意的。牵丝蝉影响严重，臣妾与陛下都不信此毒是巧合，自然要找到下毒的真正凶手啊！贱人！
你和陆真儿一起算计哀家。朕只想还后宫一片安宁。哀家从未下毒，即便哀家下了毒，你又能拿哀家怎样？母后圣体不适，看来要去长乐寺休养生息。放肆！你敢诅咒哀家？哀家绝不会去什么长乐寺，你们休想赶哀家走。太后，太后你怎么了？哀家不要你！传太医。哀家这个月还未来月事，近来又是食不下咽、恶心反胃，难道哀家怀孕了？绝无可能！怎么就没有可能？我前2天才给你把了脉。你嫉妒哀家，且医术不精。那你说，你怀了谁的孩子？睡我，一次就中。哀家怀的自然是先帝的龙子。先帝不是死了吗？前几天祈年殿上，先帝不是回来过？所以呢？当晚哀家便梦见了陛下，在梦中与陛下翻云覆雨，孕育子嗣。你不是也梦见过他？太医到，参见陛下，太后娘娘。王太医，快给哀家把把脉，哀家定是有喜了。近几日哀家食不下咽，沾点荤腥就感觉恶心想吐。哀家从前也是有过孩子的，只不过……但是这次哀家的症状和之前害喜时一模一样，哀家定是怀上了先帝的龙子。哀家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太后娘娘这脉象……王太医，你一定要好好把脉。如果哀家的龙子有半点闪失，定要你全家陪葬。太后娘娘，确实是有孕了，恭喜太后娘娘。什么？陛下，我终于有了我们的龙子。慧晨，假的，她一定没怀孕。我前2天才帮她把过脉。她已经搬回万春殿，还广而告之，她怀了先帝的一父子，甚至还下懿旨大赦天下，要为她腹中龙子祈福。她是不是疯了？她早疯了。来吧，我有个计划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打入后宫内部，掌握第一手机密，离间陈太后和那瑞王，让他为我们所用。人家俩是什么关系？你确定他能被策反？当然可以了。他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他喜欢我呀，那我就牺牲一点点色相。陛下，为了咱俩的计划，我就牺牲牺牲。你不行。太后诏曰：大赦天下，以谢天恩。瑞王萧义成特旨赦免，即是归府。启禀太后，瑞王到。是。太后找本王前来何事啊？好不容易混进来了。宜城，你知道吗？你做爹了。什么？难道真怀孕了？我做爹了？荒唐！你怀哪门子孩子？是萌萌，是你啊，宜城。哀家怀了你的孩子。当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你如何能怀？当夜什么都发生了。宜城，先帝先逝后，哀家就只有过你一个男人。宜城，
哀家会除掉萧文景，让你我的孩子继承大统。果然是后宫乱，好希望这个孩子长得像疯子！疯子！陛下，臣妾一定要生出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孩子。这惊天大瓜可得好好消化一下。这两人才是真正的狂徒，是流言蜚语无误。真儿，见过瑞王殿下。我出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挺好的，谢谢瑞王殿下关心。千皇贵妃，本王与真儿有要事相谈，可否？本宫明白了，路妃妹妹慢慢跟瑞王殿下聊，不必急着去跟太后娘娘请安。本宫会替路妃妹妹在太后娘娘面前打掩护的，放心。哎，真儿，真儿，本王是被陈太后那个疯子带去万春殿的。陈太后肚子里的孩子也绝非本王子嗣。这个事情我也不是很关心。真儿，瑞王殿下，我还是陛下的路妃娘娘呢，而且这里还是万春殿，我们俩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啊。也是，真儿先去吧。好，王爷慢走。真儿，你为何如此善变？臣妾参见陛下。你来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妾今日来是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过来告诉陛下。说。就站在那里说。陛下，臣妾方才看见了瑞王殿下。太后大赦天下，倒是把他放出来了。瑞王殿下不是一个人。再买关子就滚出去。陆真儿跟瑞王殿下在宫中偷偷私会。你说什么？臣妾亲眼所见，两人手都拉上了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陆真儿秽乱后宫，您一定要罚他。此等不守妇道的妖妃，就应该被五马分尸、凌迟处死。出去。什么？出去！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受控制了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放这么多黄连，打算给谁喝？给我喝？你做心啊，就得要这么多黄连。以后我的药，你都要先喝一口我才好。你做个人行吗？你我之间究竟是谁不做人啊？上一次，萧逸成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这次你倒不乐意。萧逸成什么事啊？上一次你让萧逸成假扮老皇帝，那不是因为他长得像，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给他下了药。再说了，你拿他这事儿找我算什么账？那福安呢？你宁可让福安去演老皇帝的生意，你也不找我啊？你在吃醋啊？人家福安学得像，你学得像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这病不是快好了吗？难道发个烧烧坏了脑子啊？你别碰我。我很忙的，你没什么事先走吧。陆正儿，我不是让你别去接近萧逸成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今天都干什么了？抓药熬药啊！除了这个，其他的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萧逸成出来了。我看到了，那怎么了？此事你不是应该提前告诉我吗？说什么呀？哦，你是因为瑞王出来了，我跟他见面没有告诉你，才跟我说这么一通话的？这当然不是。
萧文景，你管天管地，还管我跟谁见面说话？你是不是对我太有占有欲了？占有欲？我对你哪来的占有欲啊？我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！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占有欲，更何况，你觉得瑞王他当真喜欢你？瑞王在意你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是朕的后妃。你少贬低我，抬高你啊！无论他是有求于我，还是爱慕于我，那都源自我自身的魅力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如果你现在不是路飞，你只是后宫一个小宫女，你觉得瑞王他会多看你一眼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没有瑞王，还会有其他人，还会有专王、大王、熊王、李王、赵王。高升至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路飞，我都要看看瑞王他还会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我就不该对你有任何期待。浮云乱又隔断，阴却望眼。山水间在辗转，萧文简，白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风起雨尽平落。宫斗剧必备剧情，是个女的都得进浣衣局。这些衣服洗不完，今天不准吃饭。这也太 NPC 了，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洗！是。文，路飞到浣衣局了吗？回陛下，已经到了。陛下要不过去看看？他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不是说自己很有本事吗？让他自己在浣衣局待着吧。奴才听说浣衣局的掌事嬷嬷惯会搓磨人，陛下可以去看看路飞娘娘是如何被搓磨的。好，那边去吧。摆驾浣衣局。哈哈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果然古今中外，但凡是牛马，都逃不过腰酸背痛、肩颈僵硬的命。我也是在古代又打上工了。开始吧。来，不过重操旧业，确实比洗衣服顺手。放轻松啊。陆正，你在干什么？参见陛下。滚出去！你又来干什么呀？来看看你死了没有。托你的福，我非但没死，还过得很好。你也就只会耍些小聪明。是，我是没有你这样的大智慧，但是也没有人说小聪明比不过大智慧啊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小龙啊，朕最近批奏折也很累，你给朕按按。小鹿是你叫的吗？朕是天子，叫你小鹿当然合理。倒是你这是宫女对待天子的态度吗？信不信朕让人砍了你的脑袋？前面还在这儿说待得很痛苦，想回家，我看你当皇帝当得挺爽的。好嘞，陛下，您请躺。奴婢啊，肯定给你安个舒服，我肯定给你安个爽。陛下，舒服吗？小鹿安的还好吗？按这么久，手酸了吧？啊，我也帮你按按。萧文强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帮你按按，来嘛！你撒手！萧文强，停手！
求我啊！不，哼，这么有骨气啊！求你，求你！哎，陆真儿，你看看你有女主的样子吗？女主什么样子啊？你有标准吗？识时务者就不能当女主吗？你不愧是。不愧是什么？不愧是我创造出来的女主。氛围还怪好的嘞，看不弄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本王来看真儿。你说什么？本王听闻真儿被贬入浣衣局，担心她过得不好。再说了，真儿已不是你的嫔妃，已经与你无关。她现在不是，但她曾经是。朕就算现在废了她的妃位，她也是朕的人。瑞王身边若是缺人，朕选几个送到你府上。朕选的女人，保管你满意。萧文景说的是什么屁话？油腻的要死！真儿是先帝的女人，先帝已死，朕合理继承先帝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女人。放肆！把你手放开！你放肆！哎呀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！我不是谁的女人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你们两个要吵，出去吵，出去，出去！真儿，本王给你带的东西已经让人送去你房间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本王会再来看你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也出去！烦死了，到哪儿都不得安宁。今日有偿问诊，把一次脉抵一盆衣服，无论是脾胃虚弱还是气血不足，什么病都能治。大家先到先享受啊！这儿，这儿，帮我看一下。就像同一木秀里，后面吧，我最近吃啥都觉得吃不饱，去看一下。快帮我看一看。哎，去，干活去。是。嬷嬷，陆真儿，今日这些衣服要是洗不完，不准吃饭。谁要是敢帮他洗，谁就跟他一起受罚。刘嬷嬷，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么凶啊？让你洗你就赶紧洗。嬷嬷，我这儿呢有一副美容养颜的方子，这打一手开的管用。陛下有旨，谁要是敢给你行方便，便跟着您一起受罚。抱歉了，路妃娘娘。不怪你，谁敢跟天子抗衡呀？萧文景，看你到底要玩什么花样！萧文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上好的白月，一点瑕疵都看不出来。此套茶具价值不菲，萧逸成对你真好啊！不要乱碰我东西！将他送的东西扔了。凭什么？瑞王送给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我可以给你更好的。不，陛下的东西我可不敢要。我若是要，陛下到时候又要说我靠你了。你就不怕我说你靠萧逸成？瑞王真心真意对我好，我靠一下怎么了？陛下，夜深了，没有什么事你赶紧回吧。这要是被旁人看见了，咱们说不清楚的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？孤男寡女不好解释。陆真儿，你可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我没有忘记，我现在是浣衣局的宫女小陆。陆真儿，深更半夜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当心别人说你扰民。陆真儿，你非得气我是不是？萧文景，我真是搞不明白你，不是你把我贬入浣衣局做宫女吗？你让我做最卑微的宫女，不得让我占你半点好处。
你现在这么赶鸭子上架，贴着我干什么呀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那这是干嘛呢？也是你要将我斩草除根，巴不得我赶紧去死。你为什么要做出一副离了我不好过的样子，非得跟我重修于好？我没有，没有最好。肖文景，你记住了，我们早就已经不是朋友了。我这个人对朋友向来都是很好的。你跟我不是朋友，难道跟萧逸成是朋友吗？是。我才不会跟一个一直骗我的人做朋友呢。娘娘请。陆真儿，你不跪是吗？来人，帮他跪。是。放开！你们放开我！这是在干什么？臣妾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陆真儿她对臣妾不敬，臣妾这才让人叫她规矩。既不敬，自当责罚。陛下，你都不知道，方才陆真儿对臣妾有多嚣张。她嘲讽臣妾日后会跟她一样就算了，臣妾刚才让她道歉，她根本就不听臣妾的。陛下，臣妾好歹也是皇贵妃，她怎么能这样对臣妾？陆真儿，你当真对朕的皇贵妃这样？奴婢没错，凭什么要跪？你有没有错重要吗？你为奴，他是你的主子，主子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有你分辨对错的资格吗？尊卑贵贱的道理你不明。陆真儿，还不快给朕的爱妃道歉！是，奴婢知错，请亲皇贵妃娘娘责罚。算了吧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萧文静，你确定我们要这样互相折磨？好饿呀！萧文景那道令一下，环一局连饭都不给我吃了。谁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大半夜扰人清梦，你有病啊！我被子上的水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被子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陆真儿，你在浣衣局耍什么威风？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路妃娘娘吗？陛下早就下旨了，宫中所有人，无论宫女还是太监，都可以指使你、命令你，只要你敢抗命，
就可以告到陛下面前，让陛下去罚你。生气了。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呢？不让我睡是吗？那你们也别睡了，随便陛下怎么罚。但你们谁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会跟你们拼命。我陆贞儿向来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生气什么啊？陛下还不是抛弃你了？萧文景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竟然跟我来真的！陆贞儿，快点起来，别想偷懒！陆贞儿，赶紧起来，起来！你干什么？娘娘，你放肆！我教训偷懒的贱婢有什么不对？她早就不是娘娘了。你们少再换一句拿娘娘的架势。做人留一线，积德不吃亏，说不定哪一天她就重获圣宠了，不是吗？哼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烫啊？娘娘，你等等，我这就去给你请太医。福公公，请留步。银丹姑娘，你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啊？福公公，路妃娘娘病了。太医署的人不肯去给她医治，说是奉了陛下的命令，求福公公帮忙给陛下求求情。路妃娘娘病了，奴才这就去禀告陛下。你跟我走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回皇贵妃，路妃娘娘病了，叫奴才前去禀告陛下。路妃病了？哼，前2日还看她生龙活虎的，怎么就病了？莫不是不想干活，所以故意装病吧？娘娘绝不会故意装病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这样跟本宫说话？不懂规矩的贱婢，你就在这跪着吧。本宫叫你什么时候起来，你在什么时候起来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打扰本宫跟陛下。银丹姑娘别急，陛下应该很快就要出来了。外面是谁？贤儿臣妾已经打发了。安静点儿，别笑。是。福公公，罗妃娘娘病得很严重，真的不能再拖了呀。姑娘别急，奴才这就去太医署请太医。多谢公公。王爷，今日多谢王爷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来，多谢。都说了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你要是再同本王说谢这个字，本王可就要生气了。这样，陛下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要留在宫中吗？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只要你想，本王能带你出宫。怎么带我出宫？办法由本王来想，本王只问你想不想。奴才参见瑞王殿下。参见瑞王殿下。真儿病的都要死了，陛下才传太医前来，可当真是狠心至极啊！福安，是银丹让你来的，还是陛下呢？回娘娘，陛下在忙。原来还不是陛下，
这儿你看，这就是你从前信任依靠的男人。娘娘，陛下当真在忙，奴才不敢进去打扰。陛下若是知道娘娘生重病，定会……多谢你，瑞王殿下已经替我找过太医了，劳烦你白跑一趟。还有，以后别再把我的事告诉陛下。娘娘，福公公，你先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娘娘千万要保重好身体。这还是我那个不可一世的宠妃陆正儿。瑞王殿下，我想出宫，但我想带走银丹，王爷可有办法？自然有。正儿，你先等着本王。多谢瑞王殿下，以后这个蝎子我便不会再提了。好，来。娘娘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奴婢来给娘娘送点吃的，顺便看看娘娘的病好些了没有。姐，你真好，终于不烫了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还好你来了，他们不给我饭吃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又要饿肚子。这陛下真是狠心。我没事儿，姐。萧文景他对你怎么样？没欺负你吧？奴婢没事，我现在还是在昭华殿。那就好。姐，你有没有想过跟我一起出宫啊？出宫？瑞王殿下说他有办法带我出宫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啊？咱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何时离开？瑞王殿下没说何时，他只让我等着。能不能让奴婢想想？当然可以，姐，你好好想。你放心，等我们出宫后呢，我就开一家医馆，我坐诊，你收钱，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，而且咱们绝对不会饿肚子的。那娘娘不喜欢陛下了吗？不喜欢。他不值得我喜欢。是，他不值得。你不知道今日陛下他怎么了？姐，你就跟我说了吧。他都对我这样了，你还维护他做什么呀？今日奴婢去找陛下，想将你生病的事告诉他。可是他跟庆皇贵妃在紫宸殿待了一整天。福公公才刚说了一句换衣局，他就将福公公赶走了。娘娘，你说的对，他不值得你喜欢。对，他不值得我喜欢。陛下这马雕得真可爱。这是一只鹿，一只可爱的小鹿。啊，是奴才指鹿为马了。陆正儿那边没闹什么事吧？没听说陆姑娘那边有什么动静啊？什么动静都没有。那她每天都在干什么呀？好像就是在洗衣服吧。好像。你没派人看着她？陛下没说要看着陆姑娘。福安，
朕没说你就没做，什么都要朕说的话，那还要你干什么？是奴才疏忽了，奴才这就派人看着陆姑娘，顺便让人告诉她，朕等着她来求饶。是。罢了，朕自己去，顺便看看她的惨状。走。洗了，站住！干什么？这不是刘嬷嬷分给你洗的吗？你扔给我干什么呀？亲皇贵妃娘娘说了，日后她宫里的衣服都由你来洗。我不洗。你说不洗就不洗，还当自己是娘娘呢？陆贞儿，现如今亲皇贵妃娘娘才是陛下最宠爱的妃子。昨日陛下才赏赐了皇贵妃娘娘一大堆金银珠宝，跟皇贵妃娘娘作对，你有资格吗？不过是被宠爱了几日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劲儿是大了。这可是亲皇贵妃娘娘的华服，皇贵妃娘娘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便去告诉她呀。陆贞儿，你大胆！给你脸了是吗？陆贞儿，我一定要告诉皇贵妃娘娘。告，你去告，你不告算你没种。再蹬鼻子上脸，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神经病似的。看来你在这里过得挺开心的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陆贞儿，只要你现在跟我求饶，我立刻恢复你的路妃之位。不必了。让你服个软就这么难？萧文景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你特别像是欺负女生来吸引注意力的小学鸡。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最讨厌这样的男人了，还幼稚。你以为就你有脾气啊？萧文景，我好像是有一点喜欢你，但你一点都不值得人喜欢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要事要奏。瑞王有何事要奏？5年前，臣镇守边关有功，先帝曾赏赐给臣一道空白圣旨。今日臣带来了这封圣旨，有所求。那不是想要什么？求什么？臣请陛下为臣与陆贞儿赐婚。什么空白圣旨？朕从未听闻。保安，拿上来给朕看看。如此赏赐来之不易，瑞王还是谨慎思之。臣什么都不要，臣就要陆贞儿，还请陛下赐婚。陆贞儿是朕的后妃，陆贞儿是浣衣局的宫女。此事容后再议。陛下，臣手中的空白圣旨乃先帝亲赐，难道陛下有违背先帝的圣令吗？婚姻之事对于女子而言慎之又慎。朕不想以皇权欺压一个女子。那陛下可以请陆姑娘过来。若贞儿姑娘拒嫁本王，本王当然愿意尊重她的意见。保安，去请陆贞儿。是。
奴婢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陛下。真儿，今日本王以先帝赏赐给本王的空白圣旨，来请陛下给你我2人赐婚。可问真儿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本王，成为本王的王妃啊？陆正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可是瑞王。前段时间他的破事闹得满城沸沸扬扬。不过是误会，人证俱在，都是栽赃嫁祸。我相信王爷。陆真儿，陛下，我愿意嫁给瑞王殿下，请陛下赐婚。请陛下赐婚。此事容后再议。陛下，本王可有先帝亲赐的圣旨啊？这里是处理朝政之所，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地方。退朝！本王一定会娶陆真儿为王妃的。参见陛下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早就杀过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你真的想嫁给我吗？有何不可？陆真儿，你是一个县北，你会爱上一个古代人吗？为什么不会？瑞王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你没有看出来他对你别有用心。别有用心也好，另有所图也罢，只要结果是我受益，过程怎么样，重要吗？你不会一直受益，你连他图你什么都没看清楚就要嫁给他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萧文景，人与人之间呢，本来就图个利字。倘若他今日是因为爱我才对我好，那我还不敢多看他一眼。正是因为他图利，我才觉得他值得我信任，因为我能保证他能永远对我所图。不，真爱转瞬即逝，就跟那个烟花一样，唯有利益才能经久不衰。陆真儿，你疯了吧？我没有疯，我一直都是这样。是，你一直都是这样。陆真儿，我忘了，你爱权逐利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。那我就当你是夸我了。陛下若是无事，奴婢就先走了。等我和瑞王殿下定下了婚期，还请陛下来喝一杯喜酒。陛下，瑞王殿下在外求见。陛下，臣请陛下赐婚。告辞。萧文景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陛下，臣是真心爱陆真儿的，还请陛下成全。臣想与陆真儿结为夫妻，放开我！从此2人琴瑟和鸣，相伴一生。竟然亲上了！请陛下为臣赐婚，请陛下为臣赐婚，请陛下为臣赐婚。萧文景，你疯了！什么声音？哎，王爷，你不能擅闯啊！起开！哎，萧文景，萧文景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真个凶蛋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不动手，我就放手。好。从今日开始，你只能待在紫宸殿内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做梦！松开我！你再打我，你信不信我当着萧雨辰的面亲你？
你敢？你觉得我敢不敢？不要再闹了，你知道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要脸？我就没那个玩意。真儿，真儿，真儿，殿下不可擅闯啊！这里没什么真儿。本王刚刚明明听到了。瑞王是想娶陆真儿吗？是。好说啊。凡，去把陆真儿请过来。是。什么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陆真儿1号。我是陆真儿2号。我是陆真儿3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陆真儿。停！萧文景，瑞王不是想要娶陆真儿吗？他们都叫陆真儿。瑞王满意哪个，今日就可以直接带回瑞王府大婚。萧文景，你敢戏弄本王？瑞王究竟是仗着什么样的底气，才敢次次在朕面前指手画脚、大呼小叫？看你这行事作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先帝在世了。一派胡言，荒唐至极！既不是先帝，那就牢记自己的身份。是。好了，瑞王挑一个陆真儿带走吧。这陆真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号，还是留给陛下享用吧。本王告辞。这萧文景真是无赖，这种招都使得出来。我服了。为什么不吃东西？放我出去！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哎呀，外面太危险，这儿有吃有喝多好。我已经叫银丹过来陪你了。把我关在这儿有意思吗？为什么没意思？兄长你在搞什么？我亲手做的，偷吃了一口，要我喂你啊？你非要我逼你是不是？你要怎么逼我呀？是拿我姐来逼我，还是拿御厨的命来逼我呀？萧文景，你说你想回家，但你还回得了家吗？你享受权势，为所欲为，你确定你回到现代世界还能适应现代世界的规则吗？爱吃不吃。娘娘，姐姐，他可有威胁你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娘娘，你是真心想嫁给瑞王殿下吗？嫁给瑞王，我们就能出宫啦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尤其于我们女子而言，嫁错了人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姐姐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无论性别，只要你在这段婚姻里感到不开心，就要有随时切割的勇气。而且人生嘛，不管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，都绝对不能委屈自己。这件锦衣还是哀家当年嫁给先帝的时候，母亲亲手缝制的。母亲希望哀家和先帝琴瑟和鸣，夫妻一心。陛下也最喜欢哀家穿这件锦衣。是啊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太后娘娘穿这件锦衣极美。老了，太后娘娘一点都不老。哀家都是当母亲的人了，怎么会不老？等哀家的孩子长大，哀家更是要变成老婆子了。怎会？等小皇子长大成人，娶亲生子之时，太后也还是这样。嬷嬷更会说些好听话哄哀家。对了，嬷嬷，明日你教我做鞋子吧，哀家想亲手给哀家的宝贝做一双虎头鞋。还有小家伙的衣裳、玩具这些东西，哀家都是想亲自给。太好了，着火了！
小鹿小鹿，你看我也是小鹿。哦，吃东西。你要怎么样才肯吃饭啊？你让我嫁给瑞王，想都别想。那你放我出宫。再换一个。萧文景，你有意思吗？你有后宫佳丽3000，还有亲皇贵妃，却偏要跟我不清不楚。什么亲皇贵妃啊？就那日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不是跟亲皇贵妃你侬我侬吗？你何时生病？前日啊。那你为何不让福安来找我呀？姐姐跟福安公公去找你了，但是你眼里只有亲皇贵妃。你傻笑什么？臣妾就是高兴。安静点儿。是。我当时不知道你生病，我跟亲皇贵妃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无所谓，这也不重要。陆丈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一个古代人啊。那你喜欢我啊？你胡说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放我出宫？我不放你出宫是因为我要时刻紧盯着你，防止你突然把我杀了。是吗？当然是。那你为何要把我囚禁在你的寝宫里面？直接把我关进大牢不就好了？陆正儿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偏要吃罚酒。爱吃不吃，饿死你拉倒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萧文景，你有病啊！陛下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燃起来了。什么？太后娘娘她燃起来了。人体自燃？说是整个人突然就燃起来了。那她死了吗？没有，王太医已经过去医治了。是白磷。娘娘，白磷为何物啊？白磷易燃，衣物摩擦产生的热度都会使白磷燃烧。那娘娘为何知道这些啊？书上看到。孩子，哀家的孩子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臣不敢说。说，哀家赦你无罪。太后，其实从未有日。你别胡言！哀家分明感觉到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哀家怎么可能没怀孕？太后脉象其实并非喜脉，而是……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！来人，快把他拖出去！即刻斩杀！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太后，哀家肯定是怀孕了，哀家怎么可能没怀孕？太后，王太医医术精明，他应是不会诊错脉的。那哀家的孩子去哪儿了？一定是有人诅咒哀家，把哀家的孩子偷走了。哀家要去找吴天师，吴天师一定会有办法。太后，你小心。娘娘，娘娘少叹气，叹气对身体不好。知道了。娘娘如今是怎么想陛下的？可还想做陛下的后妃？不想。倘若真能嫁给瑞王殿下，可会真的开心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这样问？奴婢想你能过得开心些。只要姐姐在我身边，我怎么样都开心。走，跟我们走。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婉仪，你又抓我做什么？陈太后，你干什么呀？陆真儿，求你救救哀家的孩子。什么孩子呀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并没有怀孕。不，我是有孩子的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陆真儿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还有银丹，只要你们肯原谅我，替我写一份宽恕书，消除业力，哀家的孩子就能回来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武天师说了，哀家就是因为造了太多业力，孩子才会消失。只要你们肯原谅我，陆真儿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陈婉仪，这个世界上并无鬼神之说，你根本就没有。有的，哀家是有孩子的。陆真儿，你原谅我，这是我跟先帝的第一个孩子，你帮帮我。可是，娘娘，给他写吧，就当是怜悯一个母亲。多谢你们。银丹，对不起啊。太后不必多说，我不是为你，只是母亲向来不易。哀家的孩儿有救了，哀家的孩儿有救了。她是生病，并没有怀孕，可是她自己却以为当上了母亲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姐姐方才可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奴婢的母亲也对奴婢很好的。那她去世了。为了保护我，姐姐你放心，以后我也会保护你的。阿弥陀佛，保佑我的孩子。阿弥陀佛。太后，找本王来干什么？一成，咱们的孩子没有了。你脸怎么了？我说咱们的孩子没有了。那样最好。一成，这可是你自己的孩子，是你的亲骨肉啊！荒唐！你是不相信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哀家除了先帝，就只有过你一个男人。谁知道你？好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你快将心头血滴入碗粥，哀家的孩子就……陈婉仪，你到底要疯到什么时候？本王没工夫跟你闹。萧一成，哀家今日必须要救回自己的孩子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此事由不得你。你胸口上那是什么？放开！这是先帝才有的胎记。陛下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有死。朕的死活与你无关。陛下，你承认了，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陛下你的。朕的孩子，陈婉仪，你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什么？一碗绝死汤，你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。绝死汤，陛下为何要如此对婉仪？那你口口声声的说爱先帝，为何要与我上床？陈婉仪，你的爱真让人
做过。陛下！又调皮，娘娘，这是安神茶，你喝一杯，晚上睡得好。这安神茶味道怎么怪怪的？安神茶是这样的，快睡吧。醒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陆真儿，贱人，还我性命！还我性命！娘娘，怎么了，娘娘？我梦到熹贵妃了，熹贵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回禀陛下，陆妃娘娘并非生病，而是中毒。中毒？是，陆妃娘娘所中之毒名唤7日劫，此毒不会立刻要人性命，而是要等7日。若在这7日未服下解药，中毒者就会暴毙而亡。但只要在此之前服下解药，便对身体无碍。你可有解药？臣才疏学浅。太医，你先出去。是。紫宸殿内乱密不透风，他怎么会中毒？是奴婢的疏忽，请陛下恕罪。这事跟我姐没关系，你不要怪她。怎会与他无关？姐，你先站起来。姐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你少怀疑我姐。紫宸殿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，除了他，那也绝不会是他。陆真儿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若真是我姐害我，我也心甘情愿被她害。不过我相信不是她，因为我昨晚做了个很奇怪的梦。我梦到熹贵妃叫我偿命，她还掐我脖子，然后你看，我脖子上真有掐痕。下此毒痴，是熹贵妃的鬼魂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有人要假借熹贵妃之名，害我性命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查个明白。今晚怎么这么冷啊？宫里怎么这么怪啊？熹贵妃，大胆奴才，见到本宫还不行礼？跪啊！跪啊！陆真儿，我回来找你报仇了。这紫宸殿真好，本宫也想住在这儿。本宫想与陛下长长久久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本宫要你偿命！你怎么样？又梦到了
陛下，今日宫中到处都是闹鬼传言，说是见到了熹贵妃，会不会真的是？朕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。可是娘娘，只有3日了。你听说了吗？我知道，熹贵妃复活，来找路妃娘娘索命。路妃娘娘中了毒，活不过7日了。啊，活不过7日了。我们不要乱说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今天是最后1日了。请陛下今夜子时独自前往钟翠山，杀人偿命，血债血偿，否则路妃娘娘性命难保。这么多人都没看到谁射的箭，奴才这就派人前去钟翠山搜查。站住！你没看信上写的吗？独自，你派这么多人进山搜查，是想害死陆真儿吗？陛下是想独自一人前往钟翠山搜查，陛下这万万不可呀！朕意已决，备马。朕来了，到底是何人在装神弄鬼？真是熹贵妃？不可能，她一定不是。你到底是谁？陛下放心，只要陛下听话，路妃娘娘她便不会有事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她那样好，我自然不会伤她。那你处心积虑的把我骗到这儿，是要做什么？杀你！杀我？如果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为何不在宫中动手，却要装神弄鬼，改头换面把我骗到这儿？你是怕被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？少说废话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你我无仇。陛下手里沾了太多血腥，忘记自己杀了多少人了吧？那朕杀了谁？我爹娘。原来这就是你处心积虑潜伏在真儿身边的目的。银丹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没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在他心中，你依然是他的好姐姐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朕从未滥杀无辜。我亲耳听到那些黑衣人说是奉先帝之命，怎么可能会有误会？那是先帝做的事，关我何事？我劝你，如果不想报错仇，就把事情查清楚了再下手。其实你也可以不死，只要你不来，我便可以带娘娘远走高飞，去过她想要的生活。你放心，等我们出宫之后呢，我就开家医馆，我坐诊，你收钱，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而且咱们绝对不会饿肚子。开家医馆，他坐诊，我收诊金，我也用不着杀你，可你偏偏来了。但你放心，看在你对娘娘真心实意的份上，我会让你走得没那么痛苦。朕才不会如你愿。你若是不吃，路妃娘娘便活不了。你吃还是不吃？姐，娘娘，你终于醒了。福安，我姐呢？不知道。娘娘，你快去救陛下吧，陛下怕是不好了。陛下在哪儿？陛下去钟翠山救娘娘去了。钟翠山？是啊。他去多久了？ 1个时辰了。福安，
给我备船。是。毒解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出宫没多久，我的毒就自己解了。想必是人丹出宫前就已经给真儿用了解药，方才那些话都是诓我服毒的。来，你先休息，我去帮你找解药。你不能带他走。熹贵妃，放下萧文景，本宫便放你离开。无论你是人是鬼，萧文景都没有杀你，你为什么要找他报仇？我让你走！我不想你杀错人。我杀了他，你便能嫁给瑞王，带着你的好姐姐一起离开皇宫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说什么？这不是我送给我姐的手镯吗？姐，你乱叫什么？不是你姐。姐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我说了，我不是你姐。好，你不是我姐，你是熹贵妃，但你为什么要杀她？自然是血债血偿。他说先帝害他爹娘死于非命，混进宫来，就是为了找我报仇的。什么？我不想与你为敌。姐，萧文景肯定没有杀你的父母，我用我的人品担保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亲耳听到的，杀死我母亲的凶手亲口说的是奉了先帝之命，斩草除根。萧文景，这件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没有，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。你当然不知道我是谁。我与父母在你眼里不就是蝼蚁，你又怎么会认得我？姐，他不会，他不会。你若是再不走，我便连你一起杀了。走，你走！你若是不把他放了，你就把我一起给杀了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姐，我没有帮他。萧文景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他不会说谎。我不想你杀错人，报错仇。姐，你相信我，我求你，再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你少怀疑我姐。紫宸殿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，除了他。那也绝对不会是他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银丹乃医学阁学士楼安之女，当年得罪先皇被满门抄斩，你姐姐是来报仇的。银丹已经疯了，为了报仇连你都害。即便我姐伤害了我，你也不可以伤害她。这是解药，拿去吧。姐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。
所以陈太后自燃也是你做的？是。为了复仇，皇家之人都得死。那你怎么不把瑞王也杀了？瑞王殿下镇守边关方才回来，他干干净净，与你们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跳过瑞王。姐，你爹娘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爹是为先帝炼药的方士楼安。那日早上，他同我跟母亲说，他的丹药今日便可成。等丹药一成，他就可以带我和母亲远走高飞，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那日，我跟母亲等到子时都没有将父亲等回来，我跟母亲实在等不住了，便想去睡觉。刚躺下，就听到了动静，母亲便将我推到了地窖之中。等第二日，我从地窖中爬出来的时候，就只剩下了母亲的尸体。所以，你混进秀女当中，是为了刺杀萧文静？是。可是我没想到那场选秀，不是为了新帝选妃，而是为了挑选殉葬妃。我没想到遇到了你，是你救了我。此事非我所为，倒像是陈太后的手笔。可那些黑衣侍卫分明说的是陛下，我听得很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派人去杀你，让他们告诉你是奉了我的命令，还放你走，等到你18年后回来杀死我全家？我没那么蠢。等等等等，为什么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？哪里奇怪？说不上来。姐，你爹真的炼出长生不老药了吗？我不知道，炼药之事，爹甚少提起。若真炼出来了，老皇帝就不会躺在棺材里。也是。姐，你别哭了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的。娘娘，对不起。为何跟我说对不起？我利用了你。你有没有伤害我？你没事吧？以后呢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讲，我会帮你的。好。陆振儿，我已经解了你的禁足令，你为什么不回昭华殿做蛋糕，非要到我这儿来做啊？我姐要过生日了，我要给她准备惊喜，当然不能在昭华殿做啊。对你姐可真好。那当然，她可是我亲姐。等我给我姐过完生日啊，我就要帮她找出真凶。确实是你亲姐，处心积虑装神弄鬼，就是为了维持住你内心当中的美好姐姐形象，证明她真心对我好。你干什么呀你？饿了，吃点东西。你要吃去御膳房吃，我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吃。陆正儿，我只身前去救你，你不感动吗？那我也救你了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就被毒死了。我对此非常感动。你呢？是你连累的我，你只身赴死前来救我，不是你应该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感动？陆正儿，你没有心的吗？我并非没有心，只是你的小恩小惠，我不平曾经你给我带来的伤害。你快走吧，我要继续做蛋糕了。
奴婢参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陛下，奴婢心里一直有句话想说，不要辜负娘娘。我知道了。又叫我来干什么？我蛋糕还没做好。看看，传位诏书是传位于我，你是疯了还是要死了？我想过了，你说的对，即便我现在回到现实世界，我可能也适应不了现代生活，还不如好好在这里生活，珍惜当下。那也用不着传位于我呀。你不是想当女帝吗？我不想当女帝，当皇帝又苦又累的，哪里比得上当一条摆烂的咸鱼来的快乐呀？可你之前，我之前想当女帝，是因为你让我成为众矢之的，让我明白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没有权势根本活不下去。真正困住一个人的，不是荆棘露，而是温柔乡。萧文景，如果你真心实意的爱我，庇佑我，那我或许心甘情愿的做一个路妃，躲在你的羽翼下贪图享乐。即便我不杀你，我真心实意对你好，你也会因为世道的不公而想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你怜悯弱小，渴望天下大同，你争权逐利，却不为自己。即便你真经温柔乡，也会因上位者仗势欺人而愤怒，为苦命者苟延残喘的活着而感动。萧文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给我上了这么强的滤镜？实话实说，你是一个好人。你少忽悠我！我不想忽悠你，我想和你重修于好。重修于好哪儿那么简单？我再考察一段时间再说吧。考察多久？看我心情。走吧，陪我去给姐姐过生日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姐，你醒醒！姐，我是真儿姐，你看看我。许愿树，许愿树，请保佑我和我妹妹陆真儿永远都在一起吧。姐，我好想你。你放心，等我们出宫之后呢，我就开家医馆，我坐诊，你收钱，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
对不起，姐，这一世我为什么又没能护住你？夫人说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我让御膳房做了糕点，你吃一点。凶手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陆正，我知道尹丹的死对你打击很大。但你也不能不吃东西啊，不然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这儿，活着的人还是好好活着。小文姐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死，世界剧情就会发生改变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拿我的性命跟你交换，我想同你再多求一世。你想让我死？只要你死了，世界剧情就会被重置，一切就能回到一开始，我姐姐她就可以平安的回来了。不可能！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下一次我们相认之后，你就把真相告诉我。只要我看到我姐那张脸，我就会相信你的。我把姐姐平安的送出宫之后，我就为你去死。我把你带离开这个世界，就算是我对你的报答。绝不可能！为什么？如果你死了，世界剧情就会重置。你所有的记忆都会随之消失，下一次的你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会相信你。我不只要你的相信，陆晨，你有你想守护的人，我也有我想守护的人。你不能自私到让我放弃这我想守护的人吧？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注定要分开。我们现在就在同一个世界。小文静，你不想回家了吗？这里有我留恋的人。下一次的我还是我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怕人心易变，世事无常。可是我答应过我姐，我一定会护她周全。我答应过她，但我却让她死了。下次有什么相认的暗号吗？这次你不就对得很好吗 ？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爱也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声张，不敢奢望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时间遗落许多过往，繁
活，也算值的，总比前几次好。那你下一世一定要早点把真相告诉我。你会相信我吗？我会。好。要不算了吧，你会死的。没事，痛一下就好了。别哭了，就当是游戏重开了。闭上。不急，别哭，我很快就会见你的。昭华殿，难道我也带着记忆重开了？陆正儿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等等，福安，现在是哪段剧情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但不管是哪段剧情，你都不应该来杀我。妖后，你将陛下害成那样，害得北昭民不聊生。我今天就是拼了命要杀了你！皇后娘娘，属下这就将此人拖出去杖杀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皇后娘娘，我什么时候当上了皇后？那陛下呢？皇后找朕何事啊？萧逸成，他怎么变成皇上了？真儿吓到了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拖出去，五马分尸。先救下福安。是。等等，他企图刺杀我，这么杀了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那皇后想怎样做？将他打入大牢，我再慢慢虐他。好，不愧是朕的皇后。陆正儿、萧逸成，你们俩狗男女一定会不得好死的！快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！是，走。皇后今日怎么如此奇怪？什么？奇怪吗？不奇怪啊。就寝吧。陛下，我刚刚确实被吓到了，身体有点不适。那朕传太医？不用，我自己一个人睡一觉就好了。好，皇后今日好好休息，明日朕再来看你。这一切都变了，萧文景去哪儿了？我一定要去找福安问清楚。
你是来杀我的吗？福安，为什么我一觉醒来，萧逸城就当上了皇帝？萧文景呢？原来的萧文景去哪儿了？要杀便杀，少装疯卖傻！我没有装疯卖傻。银丹，还有银丹，这个世界还有银丹这个人吗？现在究竟是何年何月？我到底处在哪个世界？银丹已经死了3个月了，你究竟在说什么呀？3个月，是银丹他生日那天晚上吗？是啊。那天我拿着蛋糕，你在外面放烟花，我跟萧文景推门，就看见我姐姐。这都已经是发生过的事情了呀。所以，这3个月后，我还处在这个世界。我跟萧文景刚刚还在海边，为什么突然就到了3个月后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你和萧逸城私下串通，祸乱朝政，囚禁了陛下。萧逸城登基后，封你为后，你杀光了从前在昭华殿跟紫宸殿当差的宫女太监。不止如此，你跟萧逸城迷上了炼制长生不老药。我们听说可以用童男童女的血来炼药，你们更是……这都是我干的吗？对，陛下心智被你们控制，失了本性。哪个陛下？奴才心里只有一位陛下。萧文景还活着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陛下。芸芸众生，必有定数。看来只有找萧逸城，才能问出萧文景的下落。真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见萧文景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？我有事要找他，他在哪儿？什么事？他在哪儿？真儿，这两件事是奇怪。让我见萧文景。真儿有话同朕好好说便是了，这是干什么？让我见萧文景。红唇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可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与我蓦然，恍世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萧文景，这可是朕的路飞啊！快放手！他要杀你，都是误会。我是陆真儿，萧文景。放手！你要杀我？对父皇不利者，皆可杀。你叫他什么？真儿，你又把朕忘了。朕是你的陛下呀。你是陛下？是啊。你是那个死去的陛下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红。 。
这宫里怎么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？明天我派人把它清出去。为什么世界没有重置？为什么银丹还是死了？为什么萧文景不记得我？为什么他站在我面前，却又离我那么远？为什么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。萧文景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陆真儿啊。放手。萧文景，你再好好看看我。我是陆真儿啊。你认出我了是吗？你是父皇的妻子，北赵的皇后，如此这般失态，有失体统。萧青儿，你来了。妾身见你一直没有回来，便出来找你。文景，你跟皇后娘娘说了什么？怎么皇后娘娘哭成这样？她自己要哭。文景，她好歹是皇后娘娘，还是要给予她几分尊重的。好，都听青儿的。皇后娘娘，那妾身跟文景就先告退了。你站住！你放开他！不许你欺负他！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她是你的亲儿，那我是谁？你是北赵的皇后。青儿，走。萧文景，你喜欢吃烤串还是麻辣烫？咱们去海边烧烤去。好呀好啊，好久没有去海边了。我既然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评文里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他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Nice to meet you too. 所以，你真的消失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奴婢参见娘娘。娘娘，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太后要生了。陈太后、陈婉仪啊，她还活着？是。她要生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即便太后真的怀孕，这也才过去3个月的时间，她怎么生？不过她还活着，或许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不一样的答案。奴婢也不知道。只是皇后娘娘从前吩咐过，陈太后生产当日一定要降临过去，说是要好好看看陈太后这老蚌能生出个什么鬼胎。这么缺德的话也是我说的吗？不管了，先过去看看再说。你带我过去吧。是。
么想？我不是外科医生，这里也没有无菌室，更没有抗生素。如果我强行给你做手术的话，术后的死亡率会很高的。陆真儿，你回来了。什么？哀家以为陆真儿消失了，你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认识我？你认出我了？那个妖妃不会医，更说不出医者仁心的话。打死我也没有想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第一个认出我的人就是陈太后。太后娘娘，你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以前的陆真儿回来了，她可是陛下真正的心上人。原主抢回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是2个人。他来挑衅哀家，问哀家还记不记得他是谁？他说被一个废物抢了身体，否则他早就让哀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那萧文景呢？萧文景，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他好像不认识我。哀家不知道。自从他成为皇后，他就将哀家关在这里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能是中了药吧，那个妖女整天找了很多方式在宫中炼药。那为什么萧逸成会变成老皇帝啊？他吃了长生不老药，他一直都是先皇。所以，这才是瑞王从前对我好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原主跟瑞王有什么，而是因为瑞王的真正身份是老皇帝。陆真儿，我快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我想见陛下。你不想我给你做手术吗？或许你就不会死了。太累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好，我答应。这儿来的正是时候，内务府刚送来的樱桃，尝尝。陈婉仪要见你，不必理会那疯子，他要死了。随他去。他要死了，你都不肯见他一面吗？这世上天天都有人死，难道真要个个都去见啊？她是你的发妻，你没有心的吗？我的心在你这儿啊。你爱我？是啊。既然爱我，就应该把一切最好的都给我。只让我当皇后算怎么回事？你应该让我当皇帝，把整个江山都给我。这世上哪有女子当皇帝的？以前是没有，现在可以有啊。别再闹了。真替陈婉仪感到悲哀，竟然喜欢你这种人。他不肯来。陈婉仪，我给你做手术吧，咱们试一试，或许你不会死呢。不必了。可是，多谢，多谢你。
你走吧，让我自己一个人体体面面的走。好。陆真儿，尹丹的死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谁都不欠谁。我陈万一，一生困在这宫墙里，与天争与地抢，争的不过是先皇片刻的唇语，抢的不过是镜花水月的安稳。跟你父皇一样，都被这个女人逼疯了，把她拖下去，凌迟处死，那就照着实。费尽心机一阵，到头才来，这宫闱锁的从来不是身子，是我不肯醒的执念。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已经与陛下年轻时长得如此相似。一成，别跑啊！一成，陛下，我才是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呢。他的宠爱原是吊儿，我却追了一辈子，最后只剩一场笑话，笑自己演了出无人看的戏。哀家怀孕了，哀家想亲手给哀家的宝贝做一双虎头鞋。哀家分明感觉到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哀家怎么可能没怀孕？这是我跟仙帝的第一个孩子，你帮帮我。如真儿，我快要死了。万一这一生，好像一场笑话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太后红了！你说什么？太后红了！厚葬了吧？是。萧一愁，陈婉仪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已令人厚葬他。只是如此。还要如何？厚葬他已是朕仁慈。真替陈婉仪感到悲哀，竟然会爱上你这种人。别再闹了，朕。闹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不是凡人。萧文景，皇后娘娘怎么了？皇后娘娘安康。你真的记不起我吗？皇后娘娘在说什么？
一点也想不起来。皇后娘娘，闭嘴！不要叫我皇后娘娘。你放肆！你果然不是他。祝你们百年好合呀！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。然后蓦然，往事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不绝望，不敢声张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这吃人的地方，我定要负了他。天道异变，陈太后怒。先皇萧南都重登帝位，册封陆贞儿为后，求新帝萧文景。陆贞儿骤然觉醒，决意亲手终结乱局。来，想走的赶紧走，不想走的也不能留。哎，别逼我动手啊！我不想看见皇宫里有任何一个人，空白圣旨都拿走。想提啥提啥。谢谢皇后娘娘，成为人上人。好的，祝你飞黄腾达，皇后娘娘，成为白富美，一定心想事成。来，快皇后娘娘万福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哎呀，你俩不用商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是。走吧，都走吧，全都走吧。你想走也赶紧走，我管不着你。你这样不成体统。滚！你这样父皇会难过的。我不想看到你。收手吧。小鹿，你看我也是小鹿。我亲手做的，偷吃了一口。要我喂你？啊？我不想忽悠你，我想和你重修于好。你不要顶着这张脸跟我讲话，他永远不会这样跟我说话。怎么我又难过了呢？也不知道陆贞儿今天来不来。自陈太后死后啊，陆贞儿就疯了呀！我也听闹了1个月了，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！又来了。成何体统啊！你马，皇后你大胆！皇上，你不是爱上我这匹野马了吗？那我就要在你的宫殿上面踏出一片绿色草原。你放肆！再这样，就朕无情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无情。你不要以为朕会一直这么纵容你，所以我就要看看你的底线到底在哪。我操！朕知道皇后在意萧文景，
皇后若是再像今日这般放肆，那萧文锦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皇后，好自为之吧。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？真正的萧文景去哪了？他的过去都被抹去了吗？萧文景，你能不能回来啊？陆正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。这是什么？谁让你救起？跪下！本宫让你跪下。你若不跪，好啊。那我就毁了这张脸，看看那个废物回来之后，他会如何呢？嗯？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。你杀呀！你要是把我杀了，那个他可就回不来了。你别伤害他，我跪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切。所以我决定用我自己去换回你。以前的陆正儿在哪儿？如果你不回答我，我现在立刻杀了我自己！她心智不坚，已经失去了做女主的资格。主世界认为，从前的陆正儿更适合做这个女主。她哪里心智不坚？感情用事，优柔寡断，自然不配做大女主。你所谓的大女主就是绝情绝爱，独来独往，冷血无情，眼里只有自己。就像现在这个视人民为草芥的陆正儿一样吗？这并非由我判断，而是大数据抓取到的评论。大女主首先要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，这是我的漫画，她就是我笔下的绝对主角。无论你是谁，把她给我还回来！宿主如果想要陆正儿回到这个世界，可以，只要宿主愿意做笔交易，他就能回来。什么交易？因为宿主干预到了世界主线剧情，让陆真儿爱上你，所以陆真儿才会被主世界抹杀。只要你以你的灵魂作为交换，陆真儿自然能回来。
冤魂，失去你原本的灵魂后，你会彻底迷失在这个世界，成为真正的萧文景。那他会回来吗？会。2、3，回来！原来我能回来，是因为萧文景。萧文景，萧文景，即使你把我都忘了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我一定要唤醒你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皇后娘娘想说什么话就说吧，青儿不是外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这么听话，看来是被妖妃教训的不轻。皇后娘娘想说什么？你怕我？皇后娘娘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青天白日，孤男寡女，不合适吧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父皇的妻子，与儿臣拉拉扯扯，不合适。萧文景，我是你最爱的人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皇后娘娘慎言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忘记了也没关系，他总会想起来的。就算忘记了又能怎样？本能总不会骗人，他还喜欢我。你为什么那么听你父皇的话？儿臣听父皇的话，理所应当。那我是你母后，你听我的话也理所应当吧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父皇让你干什么？母后问你话呢，怎么不回答呀？父皇让我与青儿生一个孩子。他为什么要你生孩子？炼药。炼药？炼什么药？长生不老药。父皇要至亲之人的脐带血才能炼药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生啊？他不能生啊？不知道。先别走。母后不是爱慕父皇吗？我不爱慕他，我爱慕你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听我的话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于理不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爱我、疼我、听我的话，不许欺负我，不许让我生气。别人欺负我呢，你要帮我；别人骂我呢，你要帮我吵架。心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知道吗？雪后春来晚，
你们在干嘛？贱人！放开我！贱人，你竟敢背叛朕！本朕还想留着你，与你一起做永远的帝后，偏偏你不可，那朕就不能再容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你的命格那么好，朕还是会和你在一起，不过是换一种方式。你的头发。来人，绑了他！放开我！你天生凤鸣，得之可得天下。若你肯心悦诚服的归顺于朕，朕也不是不能饶。可你偏偏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朕的底线，那朕只能将你炼成丹药，这样朕这辈子也算是永远的拥有你这只凤了。原来这才是让妃受宠的真正原因。希望你的身体能炼成一颗好丹药，跟你的好姐妹银丹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又忘了？珍儿，你这个人老是爱闹事，还想一出是一出，没个定数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老是跟变了个人一样。银丹，银丹是你杀的？是啊。那他的父母也是你杀的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他父亲不是给你炼出长生不老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他呀？还有银丹，他又做错了什么？太善良也是一种错。所有想阻挡朕长生不老的人都得死。银丹他本来不必死，他错就错在妄想将朕的身份公之于众，真是可笑。不过像他这样单纯善良的好人，炼成丹药的味道，果然跟普通人不一样。萧一哲，你这个禽兽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朕为北朝励精图治，救北朝万民于水火，朕不过是想长生不老。怎么了？朕用他们的身躯炼几颗丹药，又怎么了？朕即便把他们所有人全部炼成丹药，又怎样？你为了所谓的长生，你拿人来炼药，这跟吃人有什么区别？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。有，朕马上就要炼成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珍儿，以前你很能理解朕的，现在的你真让朕感到失望。罢了，你不是喜欢朕的好儿子萧文景吗？那朕便大发慈悲的让他亲手杀了你，死在他手里，你一定会很愉快的。文景。萧文景，杀了他！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啊！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，萧文景，萧文景，我是陆真儿。杀了他！你看看我，我是陆真儿啊！萧文景，娘娘，娘娘，放开我！这叫萧文景！放开我 ！Nice to meet you。
还是想起来了，想到第一次你对我说 nice，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嘿嘿，很抱歉，有几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所以，床上那个人不是你吧？当然不是。我调侃你小鹿乱撞的时候，可能你就俘获了我。小文景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出头的人。你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，我却把漫画一页页揭开，对你布下天罗地网，你却勇敢向前。你的命要我自己写。当你刺地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你对我义无反顾的信任。厉害了，我的哥！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我就不该对你有任何期待。我狠心将你发配到幻衣局，是因为我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了杀我10时的你。当你该死，你痛哭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这一世你有要护的人，我也有要护的人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心甘情愿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娘娘，娘娘，去救小文景！娘娘不用去了，小文景会死的。陛下早知道自己会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决定唤醒你之前，就打定主意要为你去死了。陛下让奴才生出的那一剑，剑上的毒也是陛下给奴才的，陛下活不成了。我不信！娘娘，小文景，小文景。小文景，小文景，我要去找小文景。娘娘，陛下已经驾崩了。紫宸殿爆炸，陛下跟萧逸成死无全尸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陛下知道萧逸成会拿他炼药，所以他早就给自己下了毒。他知道会这样，只要跳进炼丹炉，就会立刻爆炸。他早做好了跟萧逸成同归于尽的准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娘娘，陛下嘱咐过奴才，说给了娘娘一份传位诏书，等他跟萧逸成死后，你拿着传位诏书就可以直接继承帝位，你就是北昭的第1位女帝。他都算好了，他全部都算好了。娘娘，他还说了什么？陛下说，能为娘娘而死，他心甘情愿。娘娘不用难过，下一世，他一定会好好对娘娘的。可是这一世的我也想要一个小文景。亲爱。明日我就会失忆，或许以后都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你拿着虎符，要保护好他，别让他受伤。若我要伤害他，也绝不允许。等他当了女帝，你可要好好辅佐他。他都变成那样了，陛下为何还要对他那么好？那不是他。怎么会不是他？等他回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陛下对他这样，真的值得吗？
他值得。我死后，你让他为我守节3罢了。1年，这1年内，不要让他找其他的。娘娘她不会的。他若是1年后还不找其他的，你就帮他找几个好的。陛下，人生在世，总是要有个人陪伴。他那样的性格，孤独久了会生病的。奴才知道了。福安，保重。恭送陛下，奴才告退。陆真儿，再见。北昭11年，陆真儿继位。自此，科举废男女之限，起女子仕宦之途。巾帼入朝堂，红妆长机要，四海承平，北昭岁兴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也不知道萧文静在哪个世界里面逍遥快乐，没有我小鹿的日子，再也没有人烦他了，他一定很开心的。我以我的灵魂交换，换陆真儿回来。让他回来！温馨提示：若宿主执意要陆真儿回来，本次将成为漫画最终章，您将永远消失，请珍爱生命，谨慎选择。原来我跟萧文静之间只能有一个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，萧文静？原来我跟陆真儿之间只能活一个。这我不让你有。萧文静，萧文静，萧文静，萧文静。萧文静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怎么回家了？为什么闹号什么也没更新啊？2025 6月18。
6月18日，我连载完漫画的第2天，所以我和陆正二的故事都是一个梦吗？不可能。陆正二，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。但是为什么我就感觉缺点什么？陆正二，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？小文姬，我是陆真儿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在你的争夺家产大战中，你有没有胜出啊？我猜你肯定胜出了，毕竟你那么聪明。现在你大概在你家的豪华游艇上纸醉金迷吧？你是不是很诧异？你为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也跟系统做了交换，他放你回家，我好好当本招女婢。你要好好感谢我，我这么贤义的人，居然愿意为你每日起早贪黑，励精图治。不过，我也没有想到你那么想回家的人，居然会为了我放弃回家，留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。所以，你我也算互不相欠了吧？福公公说你要我为你审级，你想得美！我当上女帝就要开后宫，后宫里全是20岁的男大，我才不要为你审级。你甚至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喜欢，你为什么要为你这个无名无分的演员而审级？这些话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。总之，我会多多的写，这不是一本漫画吗？希望能实时更新到你的漫画里。要是你画的东西都能成真的话，那你记得多给我画一点好东西吧。这是什么？都是金子呀！这些是什么？薯片，电风扇，可乐，好久没吃到了。小文静，你果然看到了我写的东西，那我得多写点，这样你才能给我画更多的好东西。写些什么呢？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小文静？陆真儿，我好想你。小文静，我好想你。陆真儿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我是府里的，我会心肺复苏。快救他！我怎么这么晕醒了，睡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你没事吧？陆真儿，我又见到你了。
你认识我？你干什么呀？长得帅也不能为所欲为啊！真的是你。